随转心知。哎，谁这么不长眼？大人恕罪，学生得意忘形，竟冲撞了大人，实在该死。大人新辞，网开一面，放学生回家吧。叫什么？抬头回话。学生永州人士，姓田，名安国，家中是贩丝绸的。时辰尚早，怎么现在就交卷了？回大人的话，今日中秋佳节，祖父正病着，我自觉考得不错，想早些回家与他团圆报喜。报喜？早了吧？起来吧，本官又不是什么吃人的妖魔，要拦着你尽孝。江离仓促理了理单衣，淌着汗站起来。年岁几何？何人作保？第几号舍？江离垂手一一答了，对方又接连抛出几问。好在他对雇主身世倒背如流，无一漏怯。那人沉吟须臾，抬袖一阵碧膝，跨上石阶，携一股凛冽清霜之气与他擦身而过，惹祸的伞丢在地下。江离慢慢捡起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楚阁老，这边请。若说刚才是活见鬼，这一下就如晴天一个霹雳，直直劈在了江离的天灵盖上。姓楚，他楚阁老乃是四殿两阁的酷吏，金銮殿上的罗刹，一手遮天的阎王，仿若一尊托塔门神，如今就镇在这东山贡院中。迟迟入场，早早交卷，乃是枪替的惯例，目的是少让人看见。可江离偏偏撞上了个不得了的家伙。唉，只希望他没看清自己的脸吧。好一个狗官，还摸人家脖子。他走入小巷，上了辆马车，低声唤车夫：先去总堂。禀大人，这小吏是负责安排考生好舍的，此次乡试共收会银50两，乃是首次犯禁。都说豫昌民风淳朴，考风清正，倒也不过如此。会银在何处啊？我收的钱是亲戚的，他让我寻个离茅厕远点的好舍，银子都送回去了。为何送回去？可不明显呀，只因我舅老爷的孙子暴病死了，再也不用考试了。我拿着钱没用，全当奔丧的礼金送了回去。小人该死，求大人网开一面，留我一命啊！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小儿。今日已经网开过一回了，全家流放，你一家老小还能在中秋团聚。我还有事要报。本省有专门对付科举的一帮人，做枪替、卖家带、替人行贿，无恶不作。叫贵堂。小丽没了底牌，当下呆了。是哪家的考生死了？是贩丝绸的田家，田老爷的孙子田安国，初8死的，昨日奔丧，今日出殡。名叫玄英的侍卫一脚踹倒他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千真万确呀，大人。按律办了。小丽屁滚尿流的被拖下去，那叫声惨绝人寰。几名侍卫看着这一幕，皆是眼观鼻，鼻观心。死人若中举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呀！想到一盏茶前在龙门内撞上的那个田安国，他长什么样来着？满脸雨水，身上还有股极淡的花香。接飞鸽传书，老爷夫人总算盼您从京城过来，说等月底阅完卷回府，给您报个喜事。您看要回信问问不？不回，报正事。那名生员出贡院后进了燕尾巷，巷子里有3辆马车，同时向东南北出发，某等已派人追寻。别跟丢了，此事甚密，不许旁人知晓。他的卷子先留着，等判完卷，本官要亲自拜读。他低头望向腰间坠着的牙雕球，只有一事不明，他看到自己的腰带为何那般震惊？啊，本省乡试的考官是你打听的？你知不知道楚阁老来本省了？楚清雅？他这会儿不应该在京城接见北狄使臣吗？我在考场瞧见他了，
这里有没有他的卷宗？郑巧便把6位内阁大学士的典册都找了出来。江离翻得极快，心中默记，不过一炷香的功夫便合上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楚阁老的姐姐有喜了，父母3天前来卢少卿家里探望他，住在卢家送的宅子里，就在金水桥西边第3家。既然楚阁老来了，那15天后阅完卷，一家人肯定要吃个团圆饭的。这你都知道？嘿嘿，作为交换，你告诉我你在堂里排第几呗？你自己猜啊。那我再告诉你件事啊，刚才回来的路上看到人家出殡，好隆重的白事呢。田老太爷的孙子死了，可是说来也奇怪，说是初7还好好的呢，之前还请了我们堂的谁代考，生意就只好临时取消了，损失了一大笔呢。什么？你说谁死了？卖丝绸的田老太爷，他孙子田安国初8突然死了。什么时辰？怎么死的？申时死的，死法不知道。邱堂主呢？他呀，初9就去京城了。江离窝了一肚子火，脑子里乱纷纷的，任正巧怎么问都不说话，失魂落魄的却暗示卸妆换衣，等变声药效过去，才从河边一座木屋里出来，被银子般的月光晃了下眼。姐姐，姐姐！金水桥头跑来一个幼小的身影。怎么了？娘亲咳血了，郎中伯伯让小黑带我来找你。江离身子一晃，撑住了桥上柱子，狠掐了一把手腕，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：不怕，咱们回家。姐姐，你这几天瘦了好多，考试肯定很辛苦。我带来桂花糕，你吃一块吧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江离让妹妹去吃饭，在门外深吸了口气，笑盈盈地跨过地上染血的棉帕。先生，我娘怎么样了？年轻时小产，没养好身体，后来又生了2个，亏损太过，加上郁结于心，久病难医呀。你是个孝顺孩子，挣钱买上等药给你娘吃，支撑到现在也不容易了。你们说话吧，我不收银子了，告辞。江离只觉天旋地转，抖着唇说不出话。阿离，你每次出一趟门，怎么都要受这么多？燕福宇靠在软枕上，伸出一只鲜白的手，温柔地抚过女儿的脸。那一刹，江离突然崩溃了，把头伏在他的肩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燕福宇心疼地抱着他：对不起，娘亲也想多陪陪你们。阿离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娘有这么聪明的女儿，是娘的福气。不哭，不哭。理智告诉江离要说点好听的话，可他做不到啊。把这一天受的惊吓和委屈、愤怒全都在母亲怀里哭了出来，眼泪就像疯长的潮水浸湿了衣衫。江离从小就极少哭，别的孩子招猫逗狗的年纪，他就已经拿着诗赋在江府门口要给父亲看了。被大房的孩子揍得鼻青脸肿，也硬是一声不吭。燕福宇回想这些年女儿吃过的苦，心痛得不得了，一急便又开始咳嗽。娘，你少说话。老天看我有这么好的女儿，嫉妒我，叫我看不到她家人。娘说错了，我们阿离宁愿这辈子不嫁山，也不要找你爹那样的。灯花噼啪一响，一个离谱的心思就这么突兀地冒了出来。燕福宇察觉到江离的反常，诧异地问：你此次出门，难不成看到了中意的郎君？没有，但他闯祸了，闯了很大的祸。江离心中五味杂陈，把头一低，
又想哭了。和娘说说吧，娘是过来人，清楚这些。那个象牙球就在书架上那盒子里。当年娘虽然给你指腹为婚，以此为证，但时过境迁，也不知道顾姐姐的孩子是男是女。说是男孩，你不喜欢，娘也不会答应。我今天在公园看到那个人了。真的吗？说是头胎，这岁数或许已成婚了。没有。江离说着卷宗上的文字。娘25，未婚配，生的挺好，性子有点冷。性格不是有点冷，是很粗鲁，看上去很草菅人命。他叫什么？楚清雅。你说的可是内阁楚大人？娘，他虽然性子有点冷，但品性没什么差错。本朝以孝治天下，你要是跟他爹娘说指腹为婚，他不得不从。他竟是顾姐姐的儿子。娘，楚大人的生母已经死了，他一生下来就被人抱到璧山县城楚少堂家里养着。他养母就是白云居里的柳兰宫，也是你当年的好友。我死前若能再见兰公一面，也无憾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楚大人的父母3天前来永州探亲，自有一栋宅子住着，就在金水桥西边第3家。我想让你去提亲。阿离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娘？过了很久，江离点了点头，眼里渗出水光。娘只问你，你嫁给他之后，能不能让自己过得快活？我能。好，那娘选个吉日，就去提亲。娘，我想就在15天内，迟了我怕他不要我。这15天，楚清雅都要被锁在贡院里监督阅卷，要等下月初1才能出来。邱兴马要把他卖了顶罪，可他江离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他撼不动楚清雅这棵大树，也没想让这从里到外都冷透的人对他发慈悲，却可以把他当个靠山，或者把他也拖下这潭浑水。要死一起死，谁叫他倒霉撞上他了呢？8月的天气忽冷忽热，贡院文署内打喷嚏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楚大人贵体倒是无恙啊。玄英抱着信鸽走到暖阁前，一本正经的搭话。那是因为咱们阁老没人想，一大帮人锁在这儿半个月，谁家的夫人孩子不想早日和他们团聚啊？玄英，什么信？大人，老爷夫人和小姐。楚清雅本就被屋中的一帮老臣叽叽咕咕的谈论弄得烦躁，一听又是家书。就这半个月功夫，什么事儿值得3天2头说？定是张姐有孕，要我陆榜后去探望，再收到信都留着。这是官署，不是我楚家的花园。大人，请容我说完。是家务就退下，是公务再来禀。小人告退。走时摇了摇头。楚清雅不觉得抽屉里一沓子家书有看的必要。这人上了年纪，话就奇多，连1日3餐都要分3句描绘。与之相比，他宁愿读阅卷官们选出的甲等试卷，有几篇确实是文采斐然，立意新颖。剩下的日子过得和翻书一样快。9月初1，贡院终于敞开大门，被锁了15天的官员们从院中呼啦啦地涌出，如得了水的鱼儿，自由自在地奔向马车。楚清雅府一出门，便被10几个面圣的家丁拦住了，人人眉飞色舞，嘴里道着恭喜，把他往一辆大车上引。姐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媛，快上车跟我回府，别误了吉时。
什么吉时啊？啊，岳父大人不都写信跟你说了吗？今日成婚呢。你要是不满意那姑娘，就告诉他们，你这10几日一声不吭，我们几个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现在可好，城里部的婚书都送出去了，真没法退了。明渊啊，在这京城成婚，可比在永州成婚麻烦多了，人情往来稍有不慎就得栽跟头。你在永州，就算明天睡到日上三竿，不领夫人敬茶也没人管你。沈英，侍卫委屈，大人，您说过家务事不秉，再说人家姑娘可好了，一表人才，满腹诗书，有个跟您一样的象牙球，老爷夫人一见就喜欢的，跟亲生闺女似的，还是指腹为婚。您可千万别有违孝道，被御史知道了又要参您一本。许是他脸色太差，卢毅狐疑道：明渊，感情家书你是一封都没看呢。也罢，我帮你瞒着岳父大人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所以25了还不曾娶亲。你要是有，赶紧跟人家赔罪，把城里部的文书追回来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楚清雅一听来得及，刚欲脱口编一个，侍卫就道：卢少爷，我们大人不是那样的负心汉，他真没有。他要有，早娶回来生孩子。这就好，岳母大人吩咐我，绑也得把你绑回去。这不合规矩，短短10几日，不是唐突女家吗？是得从长计议。6里就差你迎亲了，快把衣服换上，去接心腹去。这桩婚事突如其来，卢毅怕他不相信，边走边跟他说近日府中操办的情形。与别家不同，心腹的母亲燕夫人是柳夫人的舅母，因丈夫早逝，她又病入膏肓，担心女儿今后的生活。8月16便带着薄礼和女儿来楚府提亲。2位夫人一见面便是抱头痛哭，谈起在京城白云居的种种旧事，不甚唏嘘。再看江家姑娘，那真是个水灵灵的美人儿，乖顺顺的性子，一篇诗赋就讨得了楚少棠的欢心。次日，楚少棠备了礼，差人送去了江家小院为儿子求婚，又请先生算了2个小辈的八字，得了个大吉后，便陆续几天抬聘礼去江家，择定了婚期。楚清雅听着，却觉得自己才是戏文里被绑上花轿的心腹，俩眼一抹黑，迷迷瞪瞪的过了几座桥，便到了江家别院。旁人催他下车，把娇滴滴的美人带出来。前边有个稚嫩的童声在喊：“姐夫来了！”他半推半就的进了院。新郎到了！楚清雅的右手在空中伸了半天，坐在床上的心腹就是没动。他这时才掐了掐眉心，觉得这阵子太过操劳，脑子都不好使了。他顶着盖头，根本就看不见。伸手。江离听了这冷淡的一声，顿时气上心头。他似乎还不情愿，做牺牲的是他江离好不好呀？他不情愿就不要娶她呀。良辰吉时着红纱，对铜镜素手描眉妆，晨微亮，鞭炮声声和清唱。月照红灯笼轻轻晃，对白入洞房。琵琶琴弦，只是鸳鸯不尽兴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叫什么？江离。什么离？江离的离。我知道你叫江离。江离杜衡的离。我认识一个叫杜衡的。楚清雅自觉这话茬接得不错，可江离听了，身子僵了须臾，又顺从地嗯了一声。罢了，他不想说话就干正事儿吧。他将杂事抛之脑后，拆了他满头珠玉簪环，褪去礼衣，肩膀感到凉丝丝的气流。江离唰地睁开眼，可楚清雅已然轻身压下来，嘴唇轻轻地蹭了蹭他的面颊。啊，好想逃啊，可是不行，自己选的路，头破血流也要走。秦朝褪去，楚清雅侧手瞄了眼，
就在以为他睡着了之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了疲惫的一声：“你说的杜恒是谁啊？”刑部一个倒茶的。哦。江离哦了一声，彻底睡过去了。什么时候了？辰时3刻，热水备好了。放任江离睡到这个时候，他也是心软。好在永州不是京城，这点小事儿根本就不会引起御史们的注意，顶多被父母说2句嘴。他抱着他走下地，踏入浴桶。夫君，再不出去，二老要怪罪了。夫人，昨夜答应我一事，可还记得？他答应什么了他？这狗官莫不是在诈他？就在这迟疑的一刻，他已把他拎到腰上。江离没想到他真敢呐！你的字是什么？现在告诉我吧。我累了。累了还有力气扯他头发吗？分明是在说谎。热水拍击着木桶，一时间浪潮汹涌，耳朵里灌满了哗哗水声，地上也弄湿了。门外突然有人喊：“少爷，老爷夫人和小姐姑爷都在花厅等着呢。”都等着呢。昨日卢少爷说了，这里不是京城，就算睡到日上3竿，不敬茶也没人管。茶等午饭一道奉了，就这样回。你这样不好。好得很，不许提旁人。你的字是什么？他闭着嘴就是不说。他转了个身，将他按在桶壁上。真不说？我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桶水由清变浑，白日宣淫方才罢休。楚清雅吩咐人换水，把他抱出来，拿绸缎一裹，放在美人榻上坐着。先吃些垫肚子。嘿，这位蜂蜜桂花糕还怪好吃的，可江离不能表露出来。你方才说的是哪2个字？献玉，小时候私塾先生取的，我不喜欢。怎么写啊？山字旁一个剑，是劝学那句玉在山而草木润的典故。我的字你知道？江离知道，可他不想这么叫他，字都是关系好的平辈叫的。楚清雅望着他艰难挪腾的身影，心想他那字取得巧啊，可他若直接说出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。荀子有云：玉在山而草木润，鸢生珠而芽不枯。后半句就是他的字明渊了。待会儿拜见舅姑，还请夫君多多提点我。去晚已是大不敬，我心中忐忑，委实愧对二老。我家规矩不多，迟到半日没什么妨碍。他们又不是偏要喝你敬的茶才能解渴。等回了京城，他们远在天边，也管不得你。江离听了却很绝望，2个大靠山不跟他们回京城住吗？就他一个人对付这狗官？不用怕，我陪你就是了。既然如此，多谢夫君了。午饭安排在花厅，还没走到屋前，就远远的看见一个人举着一块石板跪在地上。这叫规矩不多？明渊，你高枕恩我到现在，却叫我在这里受罪。昨日却是你说的，我不过转述给他们。跪好，谁许你多嘴了？爹娘看你是过来人，才叫你去带三郎迎亲。瞧你说的好话，把三郎教坏成什么样了？他原来可乖一小孩，叫他卯时来，他寅时就要起床。夫人，别动气嘛。卢一苦着脸，楚清雅还没开口，江离就走到了他身前，纳了个万福，甜甜的叫了声姐姐。好妹妹，真是个可怜人儿，这小子也忒不知道心疼。江离把头一低，脸红了。进屋吧。午时已到，桌上的饭菜都摆满了。
除去卢毅，就差他们俩入座。接过心腹奉来的热茶，各自饮了一口，用红包垫着2盏茶递回去。好孩子，你娘放心把你交给我家，我就把你当亲生的。三郎若欺负你，你就跟我说，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酷吏在家这么没地位吗？江离脑子里又冒出一个疑问。楚清雅面无表情地坐在父亲身边，同他低语几句。楚少棠道：依我看，他跪半个时辰，单臂就消气了。也不是我让他请罪的嘛，他行武出身，多跪一会儿不怕折了腿。稍后给他点饭菜吃了，让他领着你媳妇儿去取库房钥匙，他就能起来了。哎，夫人，你说什么？柳夫人叉着腰：食不言，寝不语。父子俩便一齐低了头，动筷夹菜。柳夫人自己却还在喋喋不休：三郎虽是我们捡来的，却把我们当成亲生父母一般对待。4岁那年他哥哥没了，往后就更孝顺。我们也没想到这孩子是个读书做官的料，蒙恩升到今天这个位子。阿离呀，你不要觉得嫁给他是高攀了。他父亲劳碌了大半辈子，辞官前也不过是个小小的8品县城，靠着祖产守城罢了。跟你爹这个老翰林家的少爷半斤8两，我和你娘一样，也是教坊司的官妓，吃尽苦头才叫人给赎出来，转了良民户。咱们2家妥妥是门当户对，再没有这样般配的了。江离心中一暖，鼻尖有点发酸，应了声。他在江家从来没有和长辈吃过饭，也没有见过这样慈祥的人。说不嫉妒楚清雅那是假的，这狗官的命怎么这么好啊？酒足饭饱后，楚少棠对着江离笑呵呵的：让你姐夫带你去拿钥匙盘库，他跪着半个时辰也够了。然后瞟了眼女儿，楚淡碧哼了一声，牵着江离往外走，悄悄地说：我呀是在杀鸡儆猴呢，要是三郎对你娘礼数不周，你也叫他这般跪上。今日你来迟，我就知道这小子没轻没重。难道他姐夫随口说了句话他就肯听了？你也是，由着他胡来，往后这日子还长着，若传到外头去，你的名声不好，他的名声也糟蹋。他就仗着自己有对好爹娘，由着他使小孩性子。江离自打进了花厅就一直扮娴静，听了这话，终于忍不住扑哧一笑：你娘叫你阿离是吗？我一见你就喜欢得紧，你平日不是这般拘谨吧？姐姐说哪里的话，我平时连门都少出，人年轻又没主见，也就是你和爹娘不恼我，若嫁到别家去，怕是往后连饭都没得吃了。没等楚丹碧搭话，他又腼腆道：姐姐，8月15那夜，你是不是和姐夫登船赏月了？我那日和我娘上香回来，在金水桥边远远看见一对夫妻在船头站着，和画里的神仙眷侣似的，后面还跟着2对老人家。哎呦，那还真是我们，竟有这个缘分。夫君呢，吃饱没有？我身子不便，要拜托你带弟妹去后房拿钥匙了。这宅子是你卢家送的，仓库里有什么宝贝还是你最清楚，劳烦你了。卢毅稀里呼噜地吃完最后一口。哎呀，夫人言重了，此乃分内之事，弟妹且随我来。说罢，潇洒地拂去衣上的灰尘，双膝一提，便利落地拔地而起。姐夫好功夫。嗨，都是以前在军营里练的把式，里面灰尘多，怕弄脏你这身好衣服，又叫明渊记恨我。江离有些罪犯，在院里被太阳晒得发晕，百无聊赖地用绣鞋踩蚂蚁玩。一只必经黑猫倏地从稀疏的杂草间越过，后头跟着条五黑犬。这狗比他家小黑还要肥一些，显然是在宅子里有人喂。嗅了嗅江离的衣服，便凑上来摇尾巴。你知道我是不是贼？
就来讨好。屋门吱呀一响，卢毅从里边出来了。不妙，没了一只钥匙，也不知是不是下人偷拿了。咱们先回去跟岳父岳母说一声。武黑犬转身朝着他龇牙叫了几声，打了个喷嚏。姐夫，不如你先把这一间的钥匙给我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来回要一炷香，我方才走得有些累了。不成，你还是先跟我回去吧。说罢，绕过那狗，当先走出了院门。江离在后头默默地跟着，又问：姐夫，昨日你说那话叫姐姐恼了，要不等会儿去给她赔个不是？我自会赔。又走了半炷香，眼看花厅在望，楚少棠和柳兰公正携女儿走下台阶。江离越过卢毅，快步走到惊讶的楚丹碧面前。姐姐，啊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话音未落，背后劲风骤起。江离二话不说，拉着楚丹碧闪躲到廊下的花架后。夫君，你，他是假的！玄英，留活口。是。不知从哪儿又跳出4个侍卫，2个护楚家二老，2个和刺客过招，不出几下便将他逼到10步开外。哪里伤着了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姐夫这会儿约莫还在放钥匙的地方，快叫人搜一搜。没事，刚才真是多谢你了。这刺客也不知怎么扮得那么像。他撸起江离的袖子，白皙的肌肤上赫然有道浅浅的血印儿。哎呦，咱们去拿药，留疤可不好。说罢，2个浇花般的美人儿便挽着手朝外走去，还带着侍卫。楚清崖在原地愣了一瞬，他怎么就成多余的了？上前一步便把江离拦了下来，冷着脸道：无事便好，我有话问你。江离暗骂一句：他瞎了吗？没看见他受伤了？我还是把药给你送到房里吧。大人，刺客自尽了。上次的考生跟丢了，今天要留活口，你们也看不住。宫中是怎么调教的？这个月俸禄不要领了。夫君，若不是这些好汉，爹娘就命悬一线了。我和姐姐也多亏了玄英，不然整条胳膊都得被削下去。你就网开一面，体谅他们当差不易。要是这刺客牙齿里藏了毒，便是生擒，他要死也是拦不住的。夫人说的不错，就是牙齿里有毒。网开一面，这已经是1个月内第3次有人对他说这个词儿了。你倒是会笼络人心，进门不到1日，连侍卫的人情都要卖。是个人都晓得知恩图报，夫君看起来也不是个欲下严苛的。你罚了他们的俸禄，我就把我的月钱给他们罢了。想来爹娘姐姐也愿意。我原以为夫人是个闺阁弱女子，不料想竟这般侠义心肠。他见江离垂着眼睫，耷拉着嘴角，红红的眼眶像要滴出水来，活像只被欺负惨了的兔子。不知怎的又心软了。下不为例，把刺客拖进屋里，本官亲自验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江离被楚清崖拽着往台阶上走。夫人这下可以说说，如何知道此人是假扮的，又是何时发现的？姐夫带我到库房，叫我在包纱外等着。他拿了钥匙在盘库，在里头待了好一会儿。出来时我看他神色有些阴沉，问他哪一把是东库房的钥匙，他也不知道，急匆匆就要赶回来。姐夫走路步子迈得极大，去库房只用了1盏茶，嘴里说笑个不停，回城却用了小半炷香，路上只有我问才说话，仿佛变了个人似的，但声音和原先一样。你问了他什么？我觉得他奇怪，便说昨日你的话惹得姐姐不快，回去赔个罪。他都已经顶着石头跪了半个时辰，却还答他自会赔。就凭这些？江离自然不可能告诉他，他对变声药的气味非常熟悉。到了厅前，他竟冲姐姐抽剑劈来，我便知他是假的了。楚清崖不置可否，负手来到厅中央。毙命的刺客已被抬到桌上，嘴角溢出一抹发黑的血，解开刺客的一身锦衣，手指在几处关节按压。这一串动作如行云流水，没有半点卡壳。夫君这一手
堪比干了10年的仵作呢。夫人好兴致啊！寻常女子看尸体，怎么也得避而远之啊。夫君，实话同你说，我一紧张就话多，方才受了惊，这会儿恨不得把这刺客大卸8块。本以为夫人心善。江离盘算着，若是再装柔弱，他反更起疑，不如半真半假的答话。夫君，你哪里知道，我从小在江家受尽委屈，若是纯粹心善，这会儿该给7老8十的财主当小妾了。姐姐和爹娘对我好，谁要是伤了他们，我就恨之入骨，顾不得害怕。我对你不好了？几个侍卫站在厅中垂头憋笑，江离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心里呸了好大一声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夫君自是对我极好的。这时刺客的衣服已完全剥下，光溜溜地躺在桌上任人宰割，又拿来一壶刚烧开的热水往他脸上泼去，浓厚的黄色膏油随水化开，露出原本的陌生面貌。江离心说，这妆不仅画得精湛，还很眼熟，不知道天底下最厉害的易容术是否都和桂堂用的一样。把它洗干净。楚清雅吩咐侍卫，自己拿了笔墨写验状，写着写着呼道：我从前做朔州修园县令，穷山恶水之地，3天2头就要死人，衙门人手不足，便只能亲自代劳。后来去盛京府做通判，碰上人命官司，少不得要去现场督查。当了巡抚更加繁忙，2省的状子都往我这递，也就是今年从刑部入阁才不做这些了。你说我堪比10年的老仵作，却不知他验了10年尸，见过的死人未必有我1年多。他难得说了这么长一串话，语气陈肃。惭愧，生在清平市，不知人间亡魂多。哼，哪来的什么清平市？齐王府的内卫都闯进朝廷命官的宅子里行刺了。大人，莫不是您半年前腰斩了齐王他岳父，他来报仇了，所以刺杀您家眷？便让他来报，迟早有一日，本官要他全家的脑袋滚在菜市口，给马蹄踏烂。江离打了个寒战。酷吏这个恶名，有一半是今年3月那桩贪污灾银案闹的。国中人尽知，楚阁老把齐王的岳父前户部尚书下了狱，又重启了废除20年的腰斩之刑。据说当日京城菜市口架起了30把巨大的钢刀，楚清雅一声令下，罪犯们身子断为2截。自此连楚阁老上朝的轿子方圆半里都没有人敢靠近。大人，卢少爷找到了，被人用药迷晕在库房，已送到东乡了。我也去看看。别看，你那没用的姐夫被人扒个精光，脑壳还在架子上磕肿了。可怜的姐夫啊！江离为卢毅默哀。楚清雅走到床边，看到卢毅脖子上如同针扎的4个小红点儿，脸色顿时一变。好香啊，是迷药的气味吗？一股悠悠的花香从洞眼散开，江离鼻子灵也闻到了。他知道这伤是怎么来的，就不能说出来，静静地坐在绣墩上，手指轻扣桌面。姐夫会不会有事啊？江离假惺惺的担忧。应该无事，不然就该把他一剑杀了，剥下他的脸皮做面具，再装哑巴，不会下药迷晕，只剥衣服。玄英，所有去田家，我要开棺验尸。夫君，你今日要出门？夫人也要同去吗？我不去，今天看了一具尸体已经够晦气了，心中却暗叫不妙。这狗官好敏锐的直觉，他已经联想到桂堂的易容了。等等，他莫不是已经把桂堂查了个清楚？楚清雅大抵不信鬼神之说，否则是不会新婚第1日上死人家查案的。鬼都嫌他没人情味儿，他怎么不去给田家发喜糖呢？楚清雅出府后，江离坐在新房里左思右想，只得出个静观其变的策略。
在楚清雅查出他这个代笔前，他要一声不吭扮演好他的贤惠夫人，尽可能的让楚少棠夫妇和楚丹碧对他掏心掏肺，并想办法再去一次贵堂，搞清贵堂最近遭到了哪些调查。思绪乱得像一团线，想着想着天就黑了。少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瑞香，你去把针线绷子拿来，去放榻上。回门的礼物明日备好，单子等老爷夫人过目了，我再看一遍。春燕，去回老爷夫人，库房里的东西对照册子盘过了，没有丢的，叫他们莫要担心。府里头的下人我也一一见过了，能带上京的不多，尚书府里还有100来号人，多了容易出乱子。楚清雅还没踏进屋，就听到有条不紊的指挥声。才第1天，夫人就开始持家了。不比夫君新婚第1日就出门查案的劲头。姐夫已经醒了，老太医来府上看过，说无大碍。帐中灯把她的桃心脸映得玲珑秀美，墨眉轻脸小春山，单春一点含朱砂。夫人白日里同我赌气的精神呢？夫君莫不是因为我说你不晓得知恩图报就恼到现在？你要是喜欢，那我天天同你赌气。你猜我去田家发现了什么？谁管你发现什么，总归与我无关。哎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死者父母反应甚是激烈，说若开棺侮辱尸体，就撞死在我面前。田安国的妻子姓烈，当场触柱被拦下来了。他撞柱子的时候，突然想起，夫人你也是个外柔内刚的，所以我还把你当成弱女子对待。江离辨不清他话中真假，保持着微笑。这绣的是何物啊？夫君见笑了，我未出阁时喜读诗书，女工做的极粗糙。这是鸳鸯，绣给我的，绣给姐姐的。明儿我给你绣个荷包。你这荷包几日能绣好？半年之内吧。楚清雅的眼睛极黑，凝视他的时候，江离总是心虚，怕被他锐利的目光看穿心思。夫人在想什么？楚清雅吻上他的唇，手撩开袖子，指尖扫荡着柔滑的肌肤，摸到上过药的伤痕在上面流连。小伤，不大疼。和昨晚比呢？我可是弄疼你了，所以今日才一直闹脾气。哎呀，他怎么说这个呀？你明知道。怪不得连说梦话都在骂我。楚清雅扬起唇角，抚着江离微烫的脸，忽地拔下一根青丝来，粘在指尖摇了摇。我拿了这个就不计较了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也是能随便拔的。我都叫夫人一晚上拔了27根，当成牛筋绳来扯。好了好了，以后我再不这样。不对，分明是你塞到我手上的。楚清雅也不逗他了，直接起身换人把饭菜送到书房去。你还没用饭啊？同田家拉扯了2个时辰，来不及吃。直接下到公文不就好了？不开棺就是抗命。楚清雅摇头，哪有那么轻松啊？这世上许多事儿看起来直截了当，要达目的总要绕几道弯子才够名正言顺。外间传来侍卫通报：大人，您等的人到了。你先睡。楚清雅到了书房，屏风后站着个人影。过来回话。那人走到桌前，弯腰行礼，却是个身量不高的少年。恭贺大人新婚之喜，我带了点薄礼交于管家了。多谢。据我在贵堂的所见所闻，给田安国代考之人是堂内的假手，在代笔中位列第一，11年来为堂内赚了上千两银子，最得秋堂主信任。但半个月来没有此人的消息，听说是金盆洗手了。代笔入堂要易容，出堂便要卸妆或者乔装，因此即便在堂内当差，也互相不认得，全靠强制一丝同仇好劣。我曾经跟踪过几个代笔出堂，想去他们家中看看，但是都无功而返。为何？贵堂的街头处是城东的王氏当铺，进了当铺还要走暗道。大人不知，这永州城地貌奇特，地下有许多溶洞，贵堂就藏在其中。还有4大司6小厅，出口有10几条路，宽者能容车行，窄者却如羊肠，各自通往城中不同的处所，最远的一条能去郊外。
每条道还设了暗门机括，若是没有完整的地图，走到一半就跟丢了。一个应付科举考试的堂口，竟有能在地下运兵粮的暗道，这邱兴满是想造反吗？贵堂创办了22年，敛财无数，在整个大燕1年的利润便有上万两。若是给哪位不安分的王爷封疆大吏送了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贵堂的易容术是否可以改变人的生意？这个我倒是不知，回去就打听。大人，我还有一事，我进入贵堂好像有些太顺利了。你的意思是邱兴满故意放你进来？不知道，但我打听到的都是实情。本官知晓了。杜恒，你回刑部也不必再端茶送水了，与我在官署打个下手。多谢大人。楚清雅从匣子里取出一包4色喜糖递给他，示意他回去。吃了这个就可以和大人一样娶到那么漂亮的夫人吗？你何时见过她？方才您过来，夫人远远地跟在后面呢。楚清雅动作一顿。你下去吧。少年走后，他来到纱窗前看了眼花园。夫人怎么还在这里等啊？他捂着嘴咳了2下做掩饰。你叫人送饭菜来书房，可门口站的都是侍卫，说你在处理公务，谁也不让进。我想着有一句话要同你说，便让下人回去了，接了盒子在外头等你。谁料你竟一点都不饿，到这个时候才出来。你有什么话？楚清雅打开盒子，里面是凉透的菜肴，就这么拿着筷子吃了几口点心。别吃凉的，热一热。哼，吃得闹肚子才好。夫君如此辛劳，连婚假都不休，后日回门，你若还在外奔波，单指我一人回家，街坊邻居少不得要笑话。我定会陪你归宁，就为此事吗？看来是我冷落夫人了。说着便将他打横一抱，沿小路走回正房。回房后，江离立马离他3尺远，生怕他除了豆沙酥饼还要吃别的，把他丢在外间。我困了，去洗漱。江离洗完上床躺了一刻，见他还不进来，忍不住探了个脑袋。楚清雅在珠帘后踱步，手上不知从哪又摸了块芝麻糖，边吃边看着一封信。好像他对他的兴趣没有对甜食和公务大哎。江离决定叫丫头买1箩筐糖饼来，囤在家里，天天摆在桌上给他看，这样他就顾不上欺负他了。新婚第3日，新妇带姑爷归宁，江家小院杀鸡宰羊，老仆和楚家送的2个丫鬟备了1桌酒菜。吃完饭，阿芷带着小黑狗都来找他玩了。姐夫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京城呀？我很乖的。要听你娘的话，不想多陪陪她吗？娘亲说京城很繁华，她20年前在那里的时候，内城外城加起来就有10万户人家了，街上卖什么的都有，大户人家里还有女塾，专门给千金小姐设的。你娘给你找先生开蒙了没有？那女塾是给男人设的，千金小姐读了书也不过是为了嫁个好人家，日后用在操持钟馗上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今天的字写完了吗？就在这里同你姐夫聊天。阿芷一溜烟的跑去卧房，拿了几张纸出来。写完了，你们看。还没等送到楚清雅的面前，江离便一把夺了过来，看了眼，3两下撕得粉碎，往篓子里一扔。又贪玩了，回房练去。你今天怎么这样？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干，果然你有了姐夫就不要我了。说罢哭着跑回了屋。江离心中对他说了1万个抱歉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刚才差点就露馅了。他天生是个左利手，从小母亲就教了他一手娟绣小楷，但7岁入贵堂，少不得把习惯改过来。右手苦练了极漂亮工整的管格体，专门应付科举。阿芷不听劝告，也学他写管格体，
现在已经写得很好了，但哪有7、8岁小姑娘写这个的？楚清雅若看见，定会起疑。这孩子脾气有些大，我去哄哄。我却觉得夫人脾气甚大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和她说啊？你这样对她，叫她以后一直记着，到了13、14岁的年纪，天天要拿这个来呛你。小妹，你来写几个字与我看。江离大惊，一个箭步冲到门前，示意他稍等。对不住啊，姐姐刚才是迫不得已，你这字是我教的，是考试用的。若姐夫知道我去考试，他就要同我和离，咱们家就要赔钱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跟他提这个，字也不要给他看。还有什么不能告诉姐夫的吗？真不愧是他聪明的好妹妹啊！不要把书架最里面的那几本书给他瞧见。那些是历年科举成文集，每年春闱放榜之后，朝廷都会派人撰写答案，或选录进士的文章给考生当范例。这样的东西出现在闺阁小姐的书架上，简直太奇怪了。包在我身上。门一开，这小姑娘便对楚清雅道：姐夫啊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想写几个字糊弄过去，姐姐已经跟我讲过道理了。你来的正好，给我讲讲堂兄们做的诗吧，是我从江府的私塾里抄来的。夫君，我这妹妹挺缠人的，劳烦你了，我去同娘亲说会儿话。你去吧。短短3日，燕福宇又瘦了一圈，气色倒好，拉着他东问西问。母女俩说了会儿体己话，燕福宇揭开床边竹筐的照布。阿离，这些是你让我做的荷包，你看行不行？娘，我不是叫你做粗糙一点吗？你绣的也太好看了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做的，而且也太多了。从提亲那日起，我和嬷嬷统共给你绣了30个，还有22个没做。阿离，你现在是1品大员的正室夫人，回京是要受陛下高封的，平时不用自己做针线，这荷包你只讲好日子送他，1年送1个，管到70岁。阿芷在里面写了数字，你方才拿的是10年后的荷包，所以要精致些，框底都是糙的，这几年先拿这些送。我不要你说什么10年后，娘，我害怕。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非人力可改。我瞧楚大人是个能过日子的，见了咱家门不摆架子，对小孩也耐心。外头传他是个冷面煞神，可见传得过了。他年纪轻，若不威严些，哪里镇得住手底下千百号人呢？这样是对的。你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爱，他还是你好友的儿子。你不喜欢他这样？他喜欢温润如玉，让人如沐春风的君子，才不喜欢冷若冰霜的雪人呢。他也太性急了，力气还重，第2天都起不来，今日也闹得出门晚了。他非说来得及来得及，鬼话，连衣裳也不让人好好穿。楚清雅刚牵着阿芷走到门口，就听见这句抱怨：喂，你打我姐姐啦？我没打她。楚清雅把她一抱，快步走远，耳根微红。不是要进去给娘念我刚做的诗吗？你姐姐在和她说重要的事儿。难道是在商量带我去京城？楚清雅看着这伶牙俐齿的小姑娘，忽然觉得让她住进尚书府有点不合适，或许会教坏孩子。过了申时，江离便随楚清雅离开家。阿芷依依不舍地拽着她的裙角。姐夫说他对你很好，要是他骗我，你就跟我说啊，我长大了给你报仇。
好呀。马车上，楚清雅一言不发，望着帘外的街巷，走了一半路程才到。我去田家，你先回府。夫君，我想跟你一同去。你前2天都没说动田家，或许是态度太严厉了。我听你说，田家最反对开棺的就是田安国的夫人，和我岁数相仿。我试着劝劝她，指不定能行呢。我来此3天是做给城中百姓看的，官府行事必须体谅民情。既然夫人想露一手，那本官便偷个清闲了。便是说不动也没有关系，今天过后，田家再怎样推脱也不管用。怎么成他大显身手了？他只想旁观看戏呀。皇粮这么容易吃吗？家长里短最耗精神，夫人回去也得早早休息，不然我性急，力气又大，半夜把夫人叫醒云雨一番，明早又起不来了，吵着要回娘家。江离那汗毛都要竖起来了，他居然偷听。江离装作听不懂，回归正题。夫君，你去田家到底所谓何事啊？田老太爷之孙田安国花钱调换号舍，并托人代考，考前暴毙身亡，代笔不知情，依旧替他考完。我身为提调，要查出他请的是何人，花了多少银钱，又是何人引他走歪路。夫人就一点都不好奇吗？我去了2日，今日才开口问我。作为那个倒霉的代笔，江离此刻真是6神无主。他对田家干的勾当门清，确实是忘了表现出好奇，只得胡诌。夫君归来心情并不好，我便不问了，免得惹你不快。你查科场舞弊，为何要开棺啊？我还当他是被人谋害了。也未必不是死于非命。车在田府大门前停下，楚清雅扶他下车。他跟在楚清雅的身后进府。照壁前霎时黑压压的跪了一群人，都诚惶诚恐的叫一声阁老。嚯，这排场！江离敏锐地察觉到他微不可见地蹙了下眉，看来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，仿佛觉得人家把他给喊老了。但若是叫他小阁老，又未免显得轻慢，所以他喜欢别人叫他什么呢？不能开，不能开呀！相公尸骨为寒，既让他魂魄就不得往生了。楚清雅看向身侧，把江离轻轻一推，去吧。江离想瞪他，好容易忍住了，一把攥住田少夫人的手绢，搂着她往堂屋后走去。妹妹节哀，这头上怎生撞成这样，可怜劲儿的。来人，给老太爷看座。这是何故啊？楚大人，您怎么把我一个半截入土的老东西当成犯人审问呢？本官前2日以礼相待，以为你田家上下总有个识大体的，竟是想差了，指望你们这群刁民不打自招。田守中，你且看看这份诉状。一张轻飘飘的纸扔到他面前。大人呐，我今年72了，两眼昏花，食不得自。我本分分做了一辈子生意，时常有外人眼红家产，还望大人明察呀。本官亲自念给你听。玄英，拿上来。侍卫将那张纸递上去。豫昌省长阳府永州茂县9都青山浦至县衙21里，民户王氏子言年16，秀才，在身无疾，今状告永州丝绸田家乡事舞弊，田守中将银50两，贿赂贡院官吏，调换号舍，令高价向城东王氏当铺寻得代笔，替其孙田安国考试。田家胆大包天，视国法为无物，下欺生源，上瞒天子。夫其有司，治其大罪，肃清科场之风。谨状：建丰元年9月初1，王某押状。舞弊是大事，这告状的王秀才已被本官扣在府中了，以免遭你们报复。田守中，替你孙子调换号舍的小吏全家正在流放的路上，你若招了枪提一事，或许还能保住你2个儿子的命。
大人，这姓王的秀才是信口雌黄，我确实给了我那远房侄孙50两，让他给我孙子换个离茅厕远点的座位，却没有找那老婶子代笔呀，而且他把钱还回来了。把他大儿子先拘起来，牢里问话。8月初7，有人看到你府上家丁在王氏当铺交货，胸口别了一只金桂花，那运丝绸的板车拿青布盖着，下面是明晃晃的雪花银，一眼望去竟不知有多少。8月初8，你孙子暴毙后，这些钱又退了回来，是也不是？大人，您放了我儿子吧，这代笔之事我真不知道，定是那该死的小畜生他瞒着我。他已经死了，大人，这最多也不过是杀头吧。我孙子已经死了，300两银子也送回来了。说着嚎啕大哭起来，捶胸顿足。你以为他死了就一了百了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16岁就有舞弊的胆子，长辈什么恶行做不出来？你2个儿子都是举人，靠着免税的恩惠，这些年侵占了多少田地？你孙子铁了心要中举，恐怕也是这个缘由。待本官让县令查了田家的税，但凡你名下少缴1文，本官便依大烟律，让你儿子替你坐牢。你72了，劳动不得，躺在家里，看他们去苦寒之地流放吧。大人开恩呐！提到赋税，田老太爷被戳到痛脚，连连磕头。我定好好教训他们，这2个小兔崽子哪个知道枪替的事儿，就让他和您回话，若有半句不实，我当场撞死在祖宗牌位前，您看行不行啊？坦白从宽，若是能作证，牵出其他作弊之人，本官或可在陛下面前替你说几句话，让你终老家中。但赋税一事，若到了时限还缺，一定补全，一定补全。开官是为了验明田安国正身，本官验过是他本人，刑部再降罪，与一个死人来说并无区别，懂了吗？假使他死得突然，官府的验状写得语意不详，不合规矩，本官才要重验。田老太爷这下服服帖帖，再无反抗，被侍卫架出门训儿子去了。我嫁过了半年他就死了，以后怎么办啊？公公婆婆脾气好坏，睡到40都要骂我。我在家中睡到50才起床的。他呜呜咽咽地抹着泪。江离听了半个时辰抱怨，那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他觉得这少夫人和田安国没有半分夫妻之情，根本到不了为他处住的地步。你相公请代笔考举人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这是大罪，要连坐的。你趁早把知道的事儿都说出来，回娘家去吧。姐姐你说什么？我不懂。这可是你相公自己说的。初7那晚他去了百花楼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在替考前要了解雇主的一举一动，知道田安国自打8月起就天天往青楼跑，但接下来的事儿就由他想象了。你相公在3楼雅间叫了个姑娘陪酒，长得水灵极了，柳眉凤眼，穿一身桃红色的百褶裙，唱着淫词艳曲儿，哄得他大笑不止。你相公告诉他自己花了上百两银子请人替考乡试，中举之后要为他赎身，先做姨娘再做平妻，待夫人100年后就扶他做正妻。果然是那贱人，他真这么说，他跟着我死。江离继续编。那姑娘听了忙捂住他的嘴说，这等事也是能乱说的，这里还有旁人呢。还有旁人？他当着旁人的面咒我。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夫君当时就坐在他旁边。那天百花楼生意红火，人满为患
3楼的雅间一个冲做2个室，里头放着2张黄花梨的圆桌，每桌配了4张春凳，盖着鸳鸯绣布。你相公只叫了1个姑娘，我相公却叫了4个，吹拉弹唱，唱完过夜。他在外面逍遥快活，叫我在家给他绣荷包。他听见田少爷这话，起初以为是玩笑，后来知道他花钱调换了好舍位置，接着往下一查，得知他真送了银子去城中某处与人交易，还请的是贵堂里赫赫有名、战无不胜的代笔。可是楚大人除了微服办案，应当不会去那种地方。我听说他府中都没有小妾，都是做给外面看的样子罢了。男人25还不成亲，不是处处留情就是天残。他1年俸禄2000担，折成银子1000两。京城的秦楼楚馆进个门都要10两，再包上几个花魁，哪还有钱娶小妾？我与他定的是娃娃亲，我出身低微，他自是看不起，不过要讨一个孝顺的名声，才与我成婚的。你知道吗？他同我说起在花楼中的所见所闻，竟毫无愧意，仿佛他是光明正大去里面查案。我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才不嫁给他。我娘对他也满意得很，只因他在人前对我无微不至，嘘寒问暖，做出一副好夫君的样子，我想想都毛骨悚然。妹妹，你可千万别对人说，要是让我夫君知道，我一家都要遭殃。姐姐你放心，我发誓绝不说出去。所以啊，男人的甜言蜜语你听听就行了，犯不着为他撞柱子。我没有，我知道他对我不好，我恨不得杀了他。他脸色突变，捂住嘴。妹妹，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交心。你要是答应开棺验尸，我还能同你公婆说，争取让你回娘家。那少夫人犹豫了许久，终于打定主意，将初8那日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原来初7晚上，田安国喝完花酒回家，第2天还对百花楼里的一个妓女念念不忘，把她接到府中，吃完午饭便同她拉扯到了一间无人的下房里。正巧少夫人拎着只养金鱼的水晶瓶从门口经过，听到田安国同女子嬉闹的声音，踹开门，见2人在床上滚作一团，颠鸾倒凤，好不快活，火冒3丈，将瓶子朝他背上砸去，咣的一声洒了满床的水。田安国盖着薄被没有流血，但受了这下撞击，撑起身子骂了几句，紧接着竟是一头栽倒在那妓女身上。妓女吓得捡起衣服落荒而逃，被少夫人一把扯住，捆起来扔到柴房里。家丁把田安国抬到床上时，人已经没了气儿。我跟他们说相公是马上封死的，他们觉得丢脸，就没往外说。那妓女在哪儿？她知道自己惹了祸，没过1个时辰就在柴房里服毒自尽了。哪来的毒？不知道啊，反正不能让公婆知道我把相公砸死了，好怕验尸验出来。妹妹，咱们掰个手腕，一定要用力。少夫人懵懵懂懂地握住了他的手，没2下就被掰倒了。就你这力气，还想把你相公砸死？顶多断了根骨头。让他们开棺去吧，你家里有钱，田家不敢把你怎么样，砸这一下或许还能把你砸出个自由身。前提是你要与他们划清界限，把知道的秘密都说出来，这样我才能帮你的忙。真的？半炷香后，主屋一片死寂。禀报完的侍卫想溜，却被叫住了。他真如此说？属下不敢添油加醋。他还干什么了？然后夫人就离开了，走了好一段，丫鬟给他指方向，他说不用，记得来路。谁要你抱鸡毛蒜皮啊？玄英看这可怜的兄弟都快哭了，挥手让他赶紧走。楚清雅捏了捏眉心，太阳穴突突的跳，吹拉弹唱，处处留情。他怎么不说他夜夜笙歌，带着花魁上早朝呢？醒醒！脸上啪的被甩了一巴掌。你打我！他揉了揉眼，面前是一张愤怒的脸。啊，我没打你，我就拍了你一下。你就是打了我。
我在睡觉，怎么知道是你啊？你上床就好，为什么非要动人家？要是个刺客爬上来，我也躺着不动给他摸。这几句话连珠炮似的说出来，真真是理直气壮。这才第3日，夫人就装不下去了，对公婆温良贤淑，对我非打即骂，造谣诬陷，信手拈来，白日顶嘴，晚上蹬腿，说话违心，床子不从。天底下竟有你这样的女子！非打即骂，江离匪夷所思，他怎么敢打他骂他呀？他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而且这几天他已经尽可能的装温柔了，自己十分满意，他竟然说他装得不好，一股火登时窜了上来。他冷笑：夫君，你这口才当官委屈了，去茶楼做个说书先生才是正经。还想再说什么，被猛地按在了枕头上，还堵住嘴。我业余私女，1年2000担俸禄全花在青楼，不知夫人能否让我逍遥快活呀？江离挣扎着躲过他的嘴唇，被一口咬在颈后，痛得他脑中一炸，仍是不屈不挠。你叫我劝他开棺，又没说不能编个假话来骗他。你难道真去了青楼不成？被我说中，所以才如此。江离，你这是在折辱我。江离一听他连名带姓的叫他，就知道大事不好，急促的喘了几下，努力的把语气放缓。夫君，方才我被你吵醒，心中有气，所以说得重了。下午在田家事迹从权，你恼我这样说，以后我就不说了，你犯不着。话音被吞进唇间，楚清雅泄愤似的吻着他。江离刚压抑住的怒火又冒了出来，看来这伏低做小他天生就是不行的，只恨那一巴掌扇得轻了。他按住了江离的肩膀，狠狠地叼着后颈一块皮肉吮咬，这换来了更强烈的抗拒。发狂的野猫都没这么难收拾，好一个闺阁弱女子，她娶了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折辱！夫君去不得乌烟瘴气的地方寻欢，就拿我撒气，你现在不也是在折辱我？你从小读圣贤书，蒙恩当了大官，只因我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，便仗势欺人，欲以蛮力称雄，说我没嫁给你，大街上说了那2句，你是不是还要把我绑到床上，用你这见不得光的东西当刀剑杀人？是可杀不可辱，宁愿你把我休了，也受不得你这样糟蹋。好厉害的一张嘴啊！本官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，色迷心窍的土匪山贼，是你先说那些阿杂话来污我，反倒有理了。你不是是本官明媒正娶的妻，夫妻敦伦乃是天理，我辱你什么了？成婚3日便喊着要我休了你，谁惯得你这样？不过换个样式罢了，如何说的像我要把你剥光了游街示众？我哪里欠了你？要这样来折磨我？你不过日子就回家去。我娶妻不是为了在官署看了一天折子，见了一群蠢货，半夜3更回家，还要费尽心思吵架。过去，别碰我！江离都呆了，他好能说呀，比他还能吵。焦灼的气氛变成了剑拔弩张的冷漠。江离听到身边传来了粗重的呼吸，约莫过了1炷香，才渐渐缓和下来。江离睡不着，很久之后极轻地问了句：夫君，你睡着了吗？楚清雅闭着眼没有回答。我以后都不那样说了。戏本子里都写，男人是贱骨头，哄一哄就好了。成亲前娘也说过，若是遇上夫君求欢，需先推拒一番，欲擒故纵，但不能推得太厉害，因为男人虽然贱，但是死要面子。江离在心里骂了声贱骨头的狗官，一点点挪过去，碰了下他的胳膊。别碰我！江离又戳了他几下。我不糟践你，下去。夫君，你不是说夫妻敦伦乃是天理吗？我还不想让你休了，若是成婚3日就被休，被人知道，以后就改嫁不出去了呢。楚清雅如今只觉得她装出的这副样子十分的令人头疼，如同孙行者变作高老庄的小姐，
看起来纤纤弱智，一双眼儿透着猴精，耍的猪八戒是团团转。他楚清雅不是好糊弄的，刚欲开口给他个下马威，那一处乍一热。夫人，这是要糟践我吗？士可杀不可辱，似你这般不得要领，等做下去，天都要亮了，我还睡不睡觉？哎呦喂，他这话怎么这么多呀？哎，不管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这几日行周公之礼，江离都百般柔顺娇媚，睁着一双水光潋滟的眼，蹙着两道春山凝雾的眉。今夜换了个样式，就如同换了个人，杏目含嗔，摇鼻微翘，晃着一头乌泱泱的长发，鲜活明艳的一个妖精，会怒会笑，险些勾了他的魂儿去。夫人逍遥快活了，且容我放肆一回，早上不叫你，好好睡吧。这一夜，鸳鸯绣被翻红浪，巫山园里做神仙，直到5更，房中的动静方才将歇。少爷还没起呢。还没起？我当他早早出去办事了，所以没来问安。他媳妇儿也在里头。少夫人在呢，昨夜他两个吵得厉害，我们听里头说什么休了杀人，吓得够呛。正商量要去请您，不知道怎的突然又好了，到现在也不见出来。唉，如今这些孩子也太不小事儿了，自个儿睡到这时候，却叫爹娘起个大早，与那些送贺礼的客人寒暄，把热水午饭都送进去吧。三郎不吃，他媳妇儿可要饿坏了。娇滴滴的一个闺女儿，嫁进来才4天，怎经得起这般折腾啊？我都对不起他娘。夫君在想什么？子义卫与我说，夫人记录的功夫甚好，昨日没叫丫头带，就绕了大半个田府，走到正门了。这有何难？我是看日头走的，他家大门就开在西南方，再大的宅子也就那几进院，一道道门往外出罢了。实则他待考前要彻底了解雇主的背景，来过田府3次，把府中的道路都记熟了，连田安国死在哪间下房都知道。夫人聪慧，本官佩服。今日起迟了，积了好些折子未看，晚上我歇在书房。夫君，田安国请人枪替这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你将那贡院的小吏流放了，街上百姓谈论你论罪从重，难道要抄家？夫人如此关心田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做了他家心腹呢。夫君既然派侍卫跟着我，定然知晓昨日我答应田少夫人让她回娘家，要是来个抄家流放，她不就完了？无论你答不答应，这个情我都要带她求。她才16，心思单纯。田安国跟她说要请代考，她本是反对的，但公婆不许她说出去，她一个小媳妇儿能怎么办？田安国犯了罪，却被人毒死，是2件案子，牵扯甚多，不能一抄了事。况且这么一大家子，抄了不如放着，年年吐些税银给乡里做个表率。你也不用叫他回去，他心气高，当众承认伤了田安国，最多1个月就和他们撕破脸回娘家了。如此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他说的那个什么贵堂，我长到这么大竟没在城里听说过呢。田安国这样花街柳巷1掷千金的常客，定花了巨款请高人考试。请的是贵堂里的假手，据说从无败绩，只要他上场必能考中。说来我与他还有一面之缘。哦，难不成是个风度翩翩的白衣文士，通身透着文曲星君的气派？他一容扮的田安国十分拙劣，糊弄旁人可以，糊弄本官就罢了。江离暗自冷笑，那也没见你当场把我抓住啊，往自己脸上贴什么金呢？所谓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想来此人只考试一项厉害。
倒也未必。四夫人这般多管闲事、口是心非、扮猪吃虎、巧舌如簧，种种厉害之处，竟没有短的，全都比枪矛还长，真叫本官难以招架。那也不及夫君厉害，昨夜也不曾短，真真比枪矛还长。我用完了，夫人慢慢吃。江离对着他的背影翻了个好大的白眼。哈，现在倒是装君子了，昨晚怎么抱着他喘的都忘了吧。他风卷残云的吃完几样小菜，把楚清雅刚才的话反复嚼了嚼。他对他起疑了，但不一定怀疑他就是柜堂里的人。不管怎样，先确认了名册，他心里才踏实一点。江离决定想个办法出门一趟。瑞香，大人晚上歇在书房，把我昨天回来路上买的玫瑰饼给他送一包过去。瑞香，前天的玫瑰饼夫君尝了可好？少夫人特地给少爷送的，他都吃完了，说酥皮做的干了些，花瓣馅儿不够松散油润。这样吗？今日天气好，下午你跟我出去采买些糕点。你是府里的家生子，知道夫君和老爷夫人的口味。瑞香听见能出去玩，兴奋地应了一声。我在这儿挑些果脯，你帮我去隔壁几家看看哪家的豆沙酥饼最好，咱们就买他家的。可少爷知道我离了少夫人，要罚我的。我就在这儿，又不跑，你就先去那家近的，站在铺里能看见我，行不？那你小心啊，这儿扒手多。江离看着他走出去，转身和老板说了几句，故意挤着人流走到最里头，挑了些杏脯、桃脯尝。可有箩筐？这些我全要了。夫人，您有车吗？我拿荷叶包好，帮您搬上去，太重了。我带了个丫头，你包好给她拿着。他又在里头晃了晃，走到个头高的顾客身前，用他们挡住自己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瑞香焦急的声音就传来：“少夫人，您在哪儿啊？”江离等他喊了3声，才悠悠闲闲的从人堆里走出来。啊，别喊，你喊人家都知道我有银子。我也是担心您才喊的。说话间，伙计已经把10斤果脯分包好，还送了一个竹筐交到江离手里。多谢惠顾。夫人，你买这么多啊？这哪够啊，才第1家呢。两人一前一后接连逛了3家店，瑞香手里的筐越来越重，最后实在是抱不动，啪掉在了地上。哎呀，这如何是好？江离在筐边愁眉不展地绕了2圈，忽听背后有人唤了一声：“夫人，我来抬，您尽管买。”果然，江离满意地笑了，看着这名被他调出来的暗卫。那就麻烦小哥了。夫人言重。楚清雅身边的咨议卫是先帝给的，管他叫夫人，平时连个影儿都见不着。他出门前借着拿搭链知会了楚清雅一声，这一趟采买必然像在田府那样有护卫跟着，但他不确定有几个，那么就将银子全花掉看一看吧。哎，那边还有云片糕，去看看。2盏茶功夫后，不光侍卫的手里抱着筐，瑞香手里又新增了一个，各式各样的糕饼往里扔，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黑的，一应俱全。逛完一条街，身后又凭空冒出来个暗卫，默默地接了新筐。2条街逛完，侍卫道：“夫人，您有什么看中的，明儿叫我们来买。”收累了，这几个你们分着吃。眼看着3个筐都装满了，还是没有新人出现，江离觉得差不多了，带着几人去了一家生意红火的酒楼。少夫人，您中午只吃了那么点儿，饿了吧？主仆2人香喷喷地吃着，有说有笑。江离一抬头，不远处那俩侍卫也聊上了，握着茶杯，吃着艾草团，神态放松。哎呀，这腰花炒得太生了，又喝了冰的，我要去趟茅厕。好妹妹，你陪我逛了这么久都没坐过，站这儿也吃不利索。要是我半炷香还没回来，你就带着那2个小哥来找我，定是我掉坑里头了，要人捞呢。
少夫人，人家正吃饭呢，您去吧。江离憋住笑，朝店小二指的方向弯腰跑去。贵堂有4大厅6小厅，这儿便是一个小厅的入口。江离撬动墙上的机括，暗门无声而开，顺着陡峭的石阶走下去，在关门的把手上绕了2根头发丝儿。外头的光线消失了，眼前伸手不见五指，耳中传来溶洞里清脆的滴水声，凉飕飕的水汽染上衣角。我才从省外考完试回来，有要事禀报。听说秋堂主去京城了，想见总司部。司部也不在，5日后或许要开霜降大会，你会上说吧。今年要开会？这几天堂内传的，说秋堂主要宣布新规，因为最近永州来了个楚阁老，他当年会试被舞弊坑惨了，所以遇上舞弊查得极严。我们呢，需谨慎些。我要回乡下老家去，不能参加。司部什么时候回来？这时，老翁身后的门突然开了，走出一个背着招文袋的年轻书生，也是个代笔。司部也要5日后回来。我刚听博文司说，入堂的路封了好几条，大家都要从金水桥那里进，还要点卯，谁不来就记名字。哼，发的钱1年比1年少，过中秋就拿2包月饼打发人，还开什么会啊？我才不想见堂主那张老脸呢。老翁全当没听到，继续下棋。多谢兄台和老先生了，我先回去。我等你出去一会儿再走。江离沿原路赶回，心里估算着时辰，出去时特意看了把手上的头发丝儿，还在原处。他提着裙子回到柴房，房中依旧寂静无人，只有檐上的鸟在叫。过了一会儿，瑞香焦急的声音在外面响起：都半炷香了，少夫人还没出来，都是我不好。门一震，江离在里头喊：别踹门，等着。回府吧。下午走了2个时辰的路，江离的腰又开始酸痛了。沐浴后，躺在床上让瑞香捶背，没一会儿就听春燕在外面叫：少夫人，不好了，少爷出疹子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这就过去。还没走出小院呢，前面几个资衣卫抬着一张榻匆匆赶来。江离看到榻上双目紧闭的人，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他没事吧？会不会死？可不能啊，案子还没结，若是换个官来查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资衣卫把楚清雅抬到了床上，抹了把汗，踌躇着：夫人，您送去的糕点是不是用酒做的？哎呀，江离知道自己闯祸了，脸色苍白。他这样会不会有事啊？夫人宽心，这疹子过3天自己就消了，以后切记不要让大人碰酒，这是宫中太医治的，涂上能止痒。此时楚清雅费力地睁开眼，几个人影在床边晃荡。都下去，谁许你们进房了？侍卫留下药便告退了。你故意的？我真没有，我要是晓得玫瑰饼里有酒酿，肯定不给你吃。你买的时候不看？那家铺子买1送1，我买的是白面皮的，不知道他们送的是另一种。你嫁进来，怕不是就是为了报复我？夫君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你又不曾把我抓去牢里上刑，我报复什么？话音刚落，楚少棠从外间走进来。三郎，你感觉如何？要不要请大夫？江离连忙退到一边站着。哪个糊涂东西给你们少爷送酒吃？站出来！我见瑞香那丫头给书房的守卫送饼，我也正好饿了，就跟他们讨了2个，也是没酒味的，不然我就给吐了。多大钱，请了大夫也还要挨2天。你这孩子多大了还嘴馋，长个教训，看书就好好看，不要手里老摸个什么糖啊饼的。每次叫你晚饭多吃点，你说吃不下，你娘打着灯笼去你房里一看，你又在吃街上买来的。你现在不是普通百姓，有人想害你，
再饼里加砒霜，你吃下去还夸味道好。耳朵里嗡嗡的，又是那些陈词滥调。楚清雅烦不胜烦。爹，我难受，不想见人。于是楚少棠忧心忡忡的来，怒气冲冲的走。夫君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你原谅我吧。你再说10遍。江离又说了10遍对不住。他嘶了一声，额上渗出汗，浓密的眼睫颤了颤，看向药瓶。我先给你擦身，再上药。他用帕子沾了凉水，转头一看，楚清雅已经把衣服脱了，面朝墙壁侧躺着。你不是能动吗？做甚要人抬进来？吓得我以为你昏厥了。我还没说话呢，那几个蠢货抬了他就走。他们在宫中当差惯了，都是这么抬主子的。江离捂着嘴笑，浸湿的帕子敷上了他的背。你笑什么？他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。看你在外头办差，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在家就像个小孩。那些官要知道你这样，看你还有什么脸面上朝。谁在家还端着？你真不是故意的。你为何总觉得我要害你？我才加进来不到10天，就洞房时听你说过1遍不能喝酒，今日是真没想起来。我要是惹你生厌，你把我休了，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？我身份低微，好容易靠娃娃亲嫁了个大官，讨好你还来不及呢。你没把我放心上，你聪明得很，记住的事儿就不会忘。那你就把我放心上了？哦，我娶了你，就当你是家人。你一个18岁的姑娘，纵然有些心计，也不会坏到哪去。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好前程，才让你娘来我家提亲。江离没说话，他这么解释也大差不差。若是江家欺负你们，你同我说一声，我替你出气便是。谁让你替我出气了？我10岁那年，一脚把大房的儿子踹到茅坑里，从此就没有人敢欺负我。我爹死后，我们也不来往了。你踹他做甚？他说我妹妹不是我爹的宠，我倒希望是这样。做江家的女儿有什么好啊？我祖父是个翰林，说起来好听，是天子身边的人，可官位不高，告老还乡后靠祖产养活了4个儿子。我那些叔伯一个比一个畜生，生下来的女儿呢，正房的拿去攀门第，偏房的拿去卖给财主做妾。我娘幸亏只是个外宅，他们连看都不屑看，不知道她去提亲，否则把我捆了扔湖里，送个正房嫡女给你当老婆。我有5个姐姐，长得一个赛一个漂亮，针线活也做得极好，性子就和泥捏的菩萨似的。你说1，他们不敢说2。要是你把我休了，可以考虑娶1个，娶几个也行，很旺家宅的。我嘛，就跟你拿点回扣，我最喜欢银子。楚清雅紧紧锁起眉。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？我没开玩笑，你派次一卫去江家看看，便知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要是怀疑我是假的，冒名顶替嫁给你，正好可以一探究竟。感情他跟他说这些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。楚清雅哼了声，我又不瞎，你和燕夫人长得像，就是她的亲生女儿。那你为何这2日疏远我？这婚事我先前不知道，所以公务都照常安排了。再说你不是恼我天天同你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快睡觉。楚清雅的眼睛依旧顽固地盯着他，像要看清他的脑子。你知道做的过分，就收敛点。你不是挺快活吗？我要出来，你还搂着腰，让再弄几下要亲要抱的。啊！我明天就往外说你白日宣淫、目无尊长、忤逆不孝，明天就往外说，我不要脸了，你也别想要脸。说罢，把被子拉到头顶，任楚清雅怎么唤也不出来。你不闷吗？江离没应。我睡不着，你再跟我说会儿话吧。还是没回答。楚清雅忍着浑身往外冒的疹子，揭开锦衾，把他的头露出来，却见他已经睡着了，嘴角还耷拉着。他凝视了很久他恬静的睡颜，胸口忽然有种隐约的空茫，半宿都没睡着。到了4更，轻手轻脚的下床，江离也不知道。进门放的那双翘头履，是夫人今日穿的？
是，夫人叫瑞香早上拿去洗。夫人在酒楼吃坏了肚子，去茅厕待了半炷香，许是那里沾上的。你们没跟着他？两个侍卫面面相觑。一直跟着，就去茅厕的时候没跟，后面我们去茅厕，他正从里面出来。瑞香呢？也不跟着？夫人叫他坐着吃面。不要再让本官听到这种话，下午的事如实报来。侍卫便将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。他听过后沉吟不语。属下愿受责罚，下次夫人出门，大人命玄英统领跟着吧。本官又没说要责罚，下次出门还是你们两个。不是有力气帮他抬箩筐吗？抬得好，抬回来的东西叫本官难受3天。退下吧。楚清崖在刑部6年，适时教导他要以最坏的心思来揣测人，因为人心就是那么坏。如果他避开了所有人，去了某个隐秘的地方呢？楚清崖捋了一遍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回到暖阁中，他的小夫人正安稳地睡着，他的目光移到枕边，除了药瓶，软枕下还露出一角鲜艳的青绿色。他把这玩意儿慢慢抽出来，等放到手心里，对着夜明珠一瞧，方才脑子里琢磨的线索顿时都飞到九霄云外。原来是一只绿荷包，内面绣着明渊2个字。楚清崖勾起唇角，重新放回枕下，直到涂了药膏上了床，给他拉上被子，那笑意还没散去，许是踩到哪个水坑里才沾了一靴沙。大约1盏茶后，江离睁开眼，手指摸到枕头下压的荷包，无声地舒了口气。江离用过早饭，去给柳夫人和楚少堂请安，问他们可尝了新买的糕点果脯，其乐融融地唠了会儿家常。而后领着丫鬟在府中散了个步，在花园里看到个水坑，佯作摘花，一脚便踩到坑边缘，绣鞋沾了些湿土。家里都能沾上，那么逛个街沾上也不意外了。哎呀，少夫人，回去换双鞋吧。不碍事。江离走进园中，看见一群仆人家的孩子在玩捉迷藏。你们可藏好了。几个年龄更小的孩子，有的躲在树下，有的蹲在草丛里，还有的钻到假山洞中。春燕是个爱管闲事儿的，连连给山洞里那个小娃娃挥手示意，让他换个地方藏，不然太容易被找到了。可这孩子愣头愣脑，还没站起身就被摸个正着。抓到你啦！好笨呐，藏这儿。我就是特意给你抓到的，这一下换我来抓你了。江离不由也跟着笑了，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像被雷击中似的，在原地站住了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怎么了？哦，我看前面那些桂花开得好，想折几枝给夫君放书房，又怕香味太浓，扰他办公。我这就去捡几枝，先给您插在暖阁里。春燕殷勤的去了，特意给你抓到。或许他的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。邱兴满不是要给楚清崖面子，送他2个案犯作为这次严抓舞弊的成果，而是要给朝廷面子。迫于某种压力，把自己一手创办22年的贵堂连根拔起，进行销毁。他是贵堂的堂主，江离之前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捍卫贵堂的利益，让他继续运转下去。但如果不是这样呢？江离有一个大胆的推测，邱兴满和齐王是一伙的，这些年赚的不义之财都给了王府，助他造反，并且通过作弊手段把投在齐王门下的书生都变成了官员。这样一来，齐王不仅有了银两招兵买马，还在朝中有了党羽。如果这些人当了高官，对他来说是如虎添翼。然而现在邱兴满似乎要反水，他放弃了贵堂，就是在打击齐王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做呢？
朝廷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，大到让他拿着投名状站队吗？江离刚拨云见日，又被云雾迷眼，看来真的要去霜降大会上打探打探了。到了新婚第9日，按永州风俗，夫妇要去宝相寺上香。楚清雅身上的疹子退了，但吹不得风，江离只好一人带着瑞香出门，去江家小院接了母亲和妹妹。宝相寺建在城外，200年前太祖皇帝在此避难，向佛祖借寿20年，是要救苍生于水火。后来果然于同年夺得皇位，统治天下20年，十分灵验。因此不论严寒酷暑，香客都源源不断，求什么的都有。江离不信佛，但病急乱投医，他在佛前跪下，正要许愿呢。阿离，求你自己的。江离想了想，自己其实没什么愿可许。若是来这儿的信众都许了愿，佛祖一一答应，那他也太忙了。小女江氏，永州人士，从小替人考试，赚的钱财为母治病，供养全家。凡11年整，今后再不做此营生。佛法慈悲，福望恕我大罪，让我在世间得一立锥之地，容清白之身。若罪孽难消，愿……江离斟酌须臾，双手合十，诚心道：愿叫我和楚清雅膝下无所出，断子绝孙，以长业果。反正他不想生孩子，生成他娘那样病重有什么好？一回身，正好对上大雄宝殿外一张很久不见的脸。那是大哥吗？娘，我刚才看到江烟了，他带着老婆儿子来上香。走，我们先回家。进了城后，江离命马夫换条路，从甜水巷的翰林府过，然后再回家。直觉告诉他有坏事发生，一边同母亲说着闲话，一边飞快地转脑子。到底是何事让江家三房的嫡长子这么心虚，看到他就跟躲债主似的？这其中必定有鬼。果不其然，车进了甜水巷，就看见4个小厮抬着东西进侧门。这帮畜生，照顾好娘，我定叫他们还回来。然后便让马夫把车上2人送回小院。他带着瑞香大步走到门口，大吼着：你们再办试试，这是我的东西，谁准你们去我家偷了？这是我们家老爷给少夫人的聘礼，你们这些狗腿子好不要脸！谁让你们搬的？叫他出来！今日江家要是出不来一个人与我解释清楚，明日咱们就公堂见！哼，解释清楚。夫人午安。七娘，你如今做了1品大官的夫人，可真神气呀！这亲事你知会我们了吗？1没上报你祖父，2没叫你伯伯备嫁妆，3没让你大哥大嫂送亲，你们母女俩偷偷摸摸就把事儿给办了，成何体统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和你娘当年一样，生米煮成了熟饭。你祖父最重清明，听说这事儿气得当场发了胸痹症，在床上用药吊着命。这几日全家上下没睡过一个好觉。你爹生前是个孝子，生了你这个不孝女，他管不得，我就替他管。这几箱劳什子是给你祖父换药钱，消他老人家火气的。我倒今早大哥见了我，怎么像耗子见了猫似的？原来是家里的钱都叫他赌光了，要拿我的钱来帮他填窟窿。江府何时落魄成这样了？祖父要吃药拿不出银子来，摊上了孙女儿的聘礼。大娘，你做他儿媳妇儿的，别光骂我不孝顺。你手上这护甲也值10两，扔在箱子里一起抬到主屋给祖父看看。还有屋里那堆古董字画一起打包卖了，便是金元宝也换得1箱来。老爷子看到真金白银，指不定从床上蹦起来给你磕头，谢你救他的命呢。你们瞧瞧，你们瞧瞧，他连老爷子都一块骂上了，岂有此理！老爷子又不是我气贪的，偏
要我替他担这个罪名。您别气坏了身子，七娘如今飞上高枝出息了，不是我们这等人说得的。就是当着老爷子面儿，她也不怯呀。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你爹让你在家属里读书识字，读出个六亲不认、不孝不敬的白眼狼。你爹走了8年，你给他烧过一次纸吗？你亲爷爷重病在床，你不仅不认错，还说浑话无他情欲。你就是楚阁老在此，我今日也要当着他的面把你这些年的行径一一说出来，看看到底是你身份贵重，还是孝义2个字贵重。江离那太阳穴直跳，耳朵里好似灌了泔水，脏得厉害，憋了一肚子叫骂，正要开口，院门砰的一响，便是本官在此，也要倒打一耙。你跟这种人来什么劲？箱子就在这清点，如有少的，按入室行窃、私藏赃物论处。哪里是？庶民见官不贵，不必拉去县衙了。一人鞭10下，偷窃者并主谋，鞭40下，鞭完游街1日，拖一贼去门外审，录口供。是。一个侍卫从人群里抓了个小厮，当即拖出了门外。满院人没有反应过来的，此时扑通扑通的跪下，和下饺子一般。大人呐！先打这个。阁老明鉴，妾身妇道人家没见识，初见您吓得两腿打颤，跪不得。刚刚已跪了，如何要打妾身？见他冷冷地站着，似是不屑开口的模样，又接着叫：妾身冤交赎罪银，3市帐下都能抵，这是官府定的。楚清雅抬手准了：阁老，妾身方才情急，口不择言，牵连您老人家，该打该打。江离一听老人家3个字儿，抬头瞄了眼，果然他脸色更阴沉了。阁老有所不知，您夫人是先夫外宅所出，幼时在府中住过一段时日，府上管他吃穿，可他父亲没了后，他不但不悼念，还忤逆长辈。虽同住一城，他逢年过节不来探望，更不遵礼数，私自成婚。直到他嫁到您府上那天，我们家竟没有一人知道，这像话吗？他祖父气得半死，要他来回话，我心知他不可能来，便让家丁抬了箱子回府，告魏公公病体。这聘礼本就是给我们江家的，我是他大娘，怎么动不得？于理，外宅所出不入族谱，本官的聘礼是给外宅的，不是给翰林府。于情，父恶母妒，家风顽戾，不应于孝。若是罪犯之子讲孝道，将他藏匿，本官还判不判包庇之罪啊？莫要以为本官不知你们是怎么对外宅的。你这妇人满口狡辩，非要本官寻来街坊对质才死心。本官谅你是个丧夫的寡妇，年老的碎嘴，大把年纪还惦记为你那一事无成、坐吃山空的儿子还赌债，早沦为城中笑柄，才不计较你在家中做下这许多的孽。阁老说的是，多谢您开恩，多谢。还委委屈屈地抹了抹眼睛。本官做事一向公私分明，江翰林的家事本官不想沾染，来此只为这18个箱子。物证便是院里的箱子，还有这被撬的栓；人证便是3个别院下人和画押的小厮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确实叫人去抬箱子，可这别院是我死去的丈夫买的，是江家让他们住着的。大娘你好糊涂啊，这宅子地契上的名字自从我爹死后写的就是我了，你进的是我家，偷的是我的私产，还在这里胡搅蛮缠，黑白颠倒，莫不是真以为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心虚理亏，不敢来见你？大娘子还真是这么以为的，哪有15天就把婚事悄悄办了的？她暗恨自己轻敌，这下到手的银子都飞了。她脸一变，哭哭啼啼地开了口：我也是看你祖父病成那样，你却不来看一眼，这全家的事儿都落到我头上，我能怎么办？一抬头见衙役手持刑杖要打，扯着嗓门喊：
我叫数字爷，别打！一招了，那便按律办。主谋鞭40， 30以下可抵银，还剩10下，就在这儿打了。口供抄录几份，贴在府中前前后后的大门上，叫街坊都好好看看。衙役把大娘子按在地上绑住，第一杖落下，尖叫声惨绝人寰。大人，我没使力。那便使点力。家丁们也是4个一排绑着了，挨着个的打过去。院中的痛叫此起彼伏，喊破云霄。楚清雅站着看了一会儿，甚是无聊，对着大娘子道：你说江翰林病重，本官还未曾见过夫人的祖父，这便顺道去探望探望。大人去不得，你一去他就吓得更不好了，宁愿再打我10下。哎呦喂！那便再打10下。楚清雅揽着江离转身朝门口走去，待出了江府，将他扶上车，才叹着道：哎呀，能打一顿就解决的事儿，你非要跟他们吵，吵到最后自己心里堵一天，值是不值啊？江离趴在窗边，鼓着腮帮子呼出口气，头发丝儿吹得往上飘。我赶来替你出气，怎么又挠我？不是说不能出门吗？就因为我没陪你去上香啊，我杀孽太重，佛祖见了我和你一道，你许什么愿都不灵了。哦，你今日许了什么愿啊？心腹还能许什么愿呀？江离猜他就是想听好话。自然是同夫君白头偕老，早诞灵儿了。真的？不能再争。我每次行房都会。江离一咕噜爬起来，捂住了他的嘴。他当车夫是聋子吗？真是要气死了。他洞房那晚就发现楚清雅好像不想要孩子。普通男子在他这个年纪，膝下的小娃娃都能满地跑了。朝中公务繁忙，生下来没时间管教，不如不生的好。你也不会一辈子都这么忙，等陛下长大，你就可以休息休息了。你这是在咒我吧？大燕立国200年，辅政大臣在皇帝亲政后善终的也就2、3个。不过我倒不担心陛下以后。现今头等大事是削藩，楚家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危险。我本打算过几年等朝局平定了再娶妻，你一偏就撞上来。你就说满不满意吧。满意，能休9天假。你就想着休假是吧？你娶了谁都能休9天。夫人要是做了10年官，每日去官署当差，也想着休假。上午想着堂厨做什么午饭，下午想着离休沐还有几日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，还不能叫下属看出来。你真的在想这些啊？你骗人，不想当职的官，做不到1品。心情好了，夫人从前吃了许多苦头，如今嫁给我，要多孝孝才行。江离趴在他身上，傻呵呵地笑着，忽然胸口一堵，不声不响地移开视线。这是我让娘做了给你的，我见暖阁里新插着几枝桂花，想是你喜欢，便塞了干桂花进去。江离放在鼻子下一闻，馥郁的香气沁人心脾。我的荷包还要多久才能做好啊？快了，你别催啊，我手艺不好。等做好了，我日日带在身上。他低低地嗯了一声，缩在角落的阴影里。9月到了中旬，一日比一日冷。江离喝着手坐在梳妆台前，身后披了一件软缎袍。可要端个炭盆来。才9月，烧什么炭啊？过些时辰就不冷了。我的荷包要快些做好，过些日子回京要挂在身上给人看。知道。夫人急着赶我走，是怕我做什么？昨夜我劳碌了半宿，尽捡着你爱的发子弄，又给你当了半宿枕头，下床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哎呀，出去！我洗漱完还要见爹娘呢，别在这里站着。青芽觉得他对公婆的热情远超一般心腹，好像去了主屋就有银子拿。他爹娘一叫，他跑得比点卯还快。他姐姐招呼他去卢家串门，他能做到打更才回来，唯独对他这个丈夫不冷不热。
夫人出门多穿点，阴凉的地方不要去。就去市上挑几盆菊花，顺便买些做冬衣的布料赏给下人。夫君想吃什么？我买了热乎的给你带。罢了，不敢劳烦夫人，你挑你爱吃的买。几天前得知要开会，江离便想见一面邱堂主，就算说不上话，听听他下了什么令也好。双将会4时开始，起码要开3个时辰。这会儿过了5时，正宣讲到一半，也不知道迟到了给不给劲。嘘，别出声，我方才听到有声音。老鼠吧，这不是看过了，没人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走吧。脚步声远去，怎么回事？堂里的人呢？今日开双将会，堂主没来，却来了一批凶神恶煞的人，把同僚们都关在大厅里。我来迟了，所以逃过一劫。你认识我？你是博文司的小郑，以前见过一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们赶紧出去啊！我就看一眼。你还敢看？你是女人，变没变声？江离没有回答，轻轻地转过墙角，推开了虚掩的石门，面前豁然开朗，一股刺鼻的气味让他捂住口鼻，下一瞬便眼花缭乱，耳鸣阵阵，几乎站不住脚。他咬住舌尖，定睛往厅中央一看，台子中央一个黄铜盆烧着火，那诡异的气味就是从盆里散发出来的。这些人大多都是堂内的熟面孔，平日不出总堂，衣衫污迹斑斑，都醉鬼似的手舞足蹈，嘴里发出嚎叫，已经失去了理智。4个司的司主都在，但其中没有堂主。此等场景太过瘆人，江离毛骨悚然，转身跑回去。快回地面上！吓死我了，在这躺了半日，腿都打颤。看来咱们堂凶多吉少了，都叫人一网打尽了。哎，出去以后你千万别说认识我，我也不说认识你啊。今天几时开的会？和往常一样，4时啊。那些人一进来就被抓了？应该是如此。我来的迟，听到里面有叫救命的声音。我知晓了，这样咱们分开走，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不，我脚扭了，实在不好走。好姐姐，你能不能扶我一把？我出去要是说认识你，五雷轰顶，死无全尸。好，我们从另一条路走，我的人在上面等。黑灯瞎火，江离扶着郑乔从入口进去，里头窸窸窣窣，有老鼠窜来窜去的声音。姐姐，你带火折子了吗？丢在小厅里了。他们竟然找女人做代笔！别说话，你别动，我再去前面听听。江离放开郑乔，约莫走了10丈远，又叫了一声：“别动！”轰隆一声，有什么东西从顶上落下来，砸到了地面，溅了郑乔一身的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江离走回几步，擦的一声，火折子的光在溶洞中亮起。他冷冷地看着郑乔：“就你一人幸免于难，未免太巧合了吧？你说今天开会，其实根本没开，要么就是提前开了。那些人至少已经被关了2天，疯成那样还能喊救命？你来堂里不到4个月，谁知道邱堂主有没有把你的底细查清楚？若我猜对了，自然有人来救你；若是猜错，那就对不住了。”江离在密离的纱巾后弯了下嘴角，像一抹青烟，转瞬飘逝在暗道中。你别得意。江离才不管他死活呢，提着裙子在黑暗中跑了一阵儿，刺眼的光线映入眼帘。江离抬手挡在纱巾外，一队人马在院中严阵以待。他一惊，后知后觉地扭头望去，打开的石门内，地面上竟赫然出现了一条闪着蓝色荧光的踪迹。这粉末是从他腰间漏下来的，不知何时，裙子上系的玉色荷包瘪了下去，那个梨字被人扎了个小洞，极细的粉末飘洒下来，遇水则亮。那一刻，江离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。被人押到院中跪下，明晃晃的太阳将他的脸照得清晰无比。郑乔惊愕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大人，此人就是贵堂的假手吗？”江离抬起眼，
直视正前方那辆青色的马车。千言万语到了嘴边，化为一声自嘲的冷笑。收入刑部监，暂押府牢，本官要亲审。麻袋落下，牢门锁上，一切归于寂静。倒霉鬼从袋子里爬出来，环顾四周，嘴里骂了句狗官。谁要你的东西？去死！难怪他要深情款款地给他系上。眼前又浮现出了清晨楚清雅温柔含笑的模样。有种把我杀了！玩这种伎俩，你是不是男人？吼完眼圈就红了。他低估了楚清雅了。成婚11天就被他使个美人计挖出了身份，他还没来得及和柳夫人求上一句情，和母亲跟妹妹说上一句话，他也高估自己了。楚清雅装出那副情意绵绵的面孔，让他放松了警惕，真以为是自己把他迷得色令智昏了。门锁咔嗒一响。我是不是男人，夫人最清楚不过，早与夫人说过，阴凉处不要去，夫人当做了耳旁风。你运气真是好啊，本官也就知道那几条暗道，随便挑了个口子亲自去，刚来就看到夫人被绑着押出来。我运气好，夫君却不好，在场10几个侍卫都看到了我的脸。自一位是宫中暗卫，想来不全听从夫君号令。若是告诉陛下，夫君身为彻查科常务弊案的钦差，却娶了枪铁行头1号人物，夫君当如何处置？夫君把我投入死牢，是按阉律从重发落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枪替之罪至重，是要加人连坐的。这就不劳夫人费心了，官居一品，谁没个自保的法子？倒是夫人母亲病重，幼妹羸弱，不消本官逼问，想来不出3天就全招了。他乐见江离沉下脸，继续从容道：岳母大人8月16来府上提亲，那么夫人算计本官成婚，应当从中秋初见那日就开始了。这等当机立断，运筹帷幄，本官自叹不如。若非在柜堂中安排了内应，夫人又叫我摸了2次颈骨，本官着实猜不到闺房里知书达理的小家碧玉，竟干了11年胆大包天的恶行。他从袖中扔出了一张纸，江离捡起来，竟是那日归宁阿芷被他撕碎了的字。他从篓子里捡起来拼好了。夫人那手管格体写得比本官还漂亮，小妹要是能长到夫人这个年纪，青出于蓝未可知啊。你想干什么？夫人诡计多端，若看不好家眷，本官还真不放心。你定然明白我嫁给你是为了什么。郑乔知道的我都知道，他不知道的我也知道。只要你放过我一家3口，你有问我必答。如欺瞒你，叫我断子绝孙，无人送终。你是在咒自己，还是在咒本官啊？夫君把我休了不就行？难道还怕爹娘姐姐责骂？我都告诉你了，我那5个貌美如花的姐姐任君挑选，我发誓都是这么发。那日在佛寺也对佛祖立誓，以后再不替人考试。要是罪大恶极，为天理不容，那就这辈子生不出孩子。哦，你问得我烦，于是骗你说早生贵子，你不就喜欢听好话？自你嫁了我，我可曾亏待过你？没有，我只是厌恶你，让我给你生孩子，不如让我死。他看着江离，连呼吸都停滞了一瞬。好，你有骨气，你要招供换一条命，本官却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那来这里干什么？是念着夫妻之情跟我话别吗？楚大人，郑乔还没告诉你吧？卢少爷和田安国身上那4个小红点是蛊虫咬的，这是南越的碧丽虫，香气扑鼻，可以拟生。只要吸了人血，再活制成药吞下，服药者10天内的声音就可以和原主相同。等虫死了，药效就停了。咱们新婚第1日，那个齐王府的内卫来不及制药，直接把虫给吞了。你要是现在剖开他的肚子，说不定还能看见呢。
这可是我们贵堂易容改生的法宝，只用在最尊贵的雇主身上，确保枪替万无一失。见楚清雅锁住眉头，他立时便明白过来，自己随口说出了一件对他极其重要的事，趁机再添了把柴。像这样的秘密，我不介意全都吐出来，只因贵堂的邱堂主把我卖了，没告诉我田安国暴毙退考。此中原因我想了半个多月才想出个大概。邱兴满大抵是和齐王爷闹翻了，要帮朝廷一把，所以把我推出来送给你录口供。他做好人，不管我死活。郑乔入唐前是朔州卫的逃兵，你当年不就在朔州当县令吗？你派他在唐中打探3个月，可有遇到阻碍？若无阻碍，必定是邱兴满放水，他才不会那么傻，要开霜降大会的假消息，是你派内应在唐中散布的，还特意指明要从楚家附近的暗道进入。前几日又在墙上做了标记，目的就是为了引我现身。我也是急了，只看了一处标记就以为要开会，这才中了你的圈套。楚大人，我猜的对不对？不愧是贵堂的假手，文章写的差强人意，推断也过得去。差强人意？他看了自己的试卷，那居然仅仅是差强人意。江离考了11年，还从未收到这样屈辱的评价，只觉得楚清雅在挑战自己的尊严。楚大人，你天纵奇才，15岁便中解元，为官10年，做过县令、通判、侍郎、巡抚、尚书、阁臣，见识比我要多得多。可听说过一个道理？说，这世间有3种手段，其下策是天助自己的威力，譬如你派郑乔去贵堂当内应获得密报；其中策是削弱敌人的阵势，譬如你腰斩了齐王的岳父，让他震怒；最厉害的手段乃是收敌为己用，此为驭人之道。楚大人，你现在手上就有一把利器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让我和母亲妹妹安然无恙，我能做到郑乔的10倍。你要削藩，我知道我代笔过的官员有哪些或许是齐王党羽。你要毁贵堂的暗道，我能给你把永州城19条道一一画出来，外省的也行。你要培植自己的势力，我大不了再议一回容，给你当个幕僚，出入官吏府邸。要是嫌我办得粗陋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去秦楼楚馆当个乐伎，刺探消息也绰绰有余。谁要你去秦楼楚馆了？大人既然不把我当妻子，那么更不需顾虑我的名节。你都能虚情假意把那荷包挂在我腰上，来个请君入瓮，我去青楼又如何了？江离，我同你说过的话，不曾有一句是假的。我不介意。楚清雅深吸一口气，从嗓子里挤出个好字，不想在这儿多待一刻，转身粗暴地拉开牢门，扬长而去。阁老，夫人她……什么夫人？一介死囚，该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。也不知一下午是怎么过的，楚清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，想了好几个借口都不可行。到了晚饭时辰，终于不得不回府。瑞香和2个跟着出门的侍卫在主屋外头负荆请罪，说把夫人弄丢了。楚清雅看他们跪着，心烦的不行，各拉下去打板子。过不了多久，柳夫人和楚少棠赶过来问他：阿离呢？可找到了？死外边了。他砰地关上门。大人此前说，我若是遇到夫人……什么夫人？啊，小的该死！大人此前说，我若是遇到假手，看到他身上挂着一只绣着字的荷包，就扎个洞。我靠着他走了一截，趁机行事，他却识破我画中的漏洞，放下了铁栏，想将我困在里头。还好您又派了2个人从另一个入口进来，把我给放了。我们跟着地上的踪迹追了出去。楚清雅做了个止住的手势，后面的事儿他都知道了。什么叫你靠着他走了一截？啊，我假装崴了脚，假手很快就答应了，扶着我走了30来步，我还当她是一个心善的姐姐呢。楚清雅啪的一下把笔放在桌上，杜恒见状闭了嘴。退下。他到底才15岁，乖乖行了礼，
又忍不住问：“大人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京城啊？我真的不用再端茶送水了吗？”再多说一句，就滚回朔州倒茶。站在一旁的玄英给杜恒使个眼色。小少年觉得今日阁老的心情太差，于是夹着尾巴溜了，却并不害怕。他6岁就在朔州跟着阁老，清楚他的脾气，答应过的事儿不会反悔，就是有时候说话难听。楚清雅知道玄英的小动作，让他也滚，独自在书房坐了一会儿，百贯的奏折却始终看不下去，少了个人便清静许多，日子也莫名慢了许多。到了下旬立冬，寒意渐深，满城桂子尽落，金菊初开。与府中不同，牢中的日子过得飞快。江里起初还生龙活虎，天气骤然转凉，身子突然就不好了。娘，孩子，我来看看你，带了被褥和吃食，一会儿多少吃点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瞧这小脸烧成这样。哎，我同你娘说，你受了风寒在家休养，不出来见人。先这样吧，怕他着急。三郎和我们讲清楚了，他是个刑官，按规矩办事，我们也不能插手。但你到底是我们家的媳妇儿，我今日背着他来这儿，他知道了也不能说什么。娘，我对不起你和爹，还有姐姐。我只是想保住一家人的命。我自打做了这营生，没有一日是不担惊受怕的。你们对我像亲生的一样好，我心里惭愧的要死。我知道，孩子，你是没有办法才去做这种活儿，就像我和你娘，当年也是无路可走，才在教坊司卖身。你别看我现在过上了好日子，20年前，那是受尽了煎熬白眼。但凡有人跟我说，能不靠卖笑陪酒养活自己，我还犹豫什么？拼死也要去了。阿里，你同三郎认个错吧，兴许能早点出来。这孩子我知道的，他只是看着不近人情，其实心软。他娶了你，就会把你当自家人。你其实并不讨厌他，对不对？只是怨他设计你，所以说那些气话。提到那人，江离眼泪一收，没声了。牢房里飘出悲悲戚戚的动静，传到隔壁的进房里，只剩下一丁点模糊的抽噎。楚清雅望着地上缺了一角的粗瓷碗，里头的粥稀的和白水没什么分别，还有半个发黄的馒头。你们就给他吃这个啊？大人，您先前不是说照死囚对待吗？这已经算干净的了。另一个机灵点的忙道：明白了，犯人生了病得吃好些吊着命，不然撑不到回京问话。犯人就是犯人，哪来的特权？其他牢里吃什么，他也吃什么，懂了吗？他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。你们在外办差不易，这5两收着吧，5两收着吧。多谢大人赏的酒钱。另一个用胳膊倒了他一下，磕着头：属下立刻去办。楚清雅满意的点点头。一盏茶后走出进房，雨停了。没等多久，柳夫人就红着眼睛出来了。他可认错了。你到底同他说了什么？他和我认错认得好好的，一提到你，仿佛有深仇大恨。我同他说了什么？分明是他同我说了什么。我没把他休了。那你休了呀，我们又不管你。你不去看一眼，都烧迷糊了。我进去做什么？找他骂？母子俩默默出了监门。到了府衙院子里，楚清雅呼道：我寿囊落在进房了，
去吧。他去了一遭，很快便回来，衣襟上沾满了雨水，垂着密密的眼睫，有些失魂落魄。等明儿你们回京城了，要好好的。楚清雅跟在柳夫人后头悠悠来了句：我看他才是你们亲生的。果然，只有他是捡来的。立冬后阴雨连绵，到了9月最后一天，从京城来的使者把一马车的朱批拉进楚家大门，另一辆载着姗姗来迟的录取榜直入贡院。杜恒已开始在书房打下手，在唯一一堆折子里找半天，举着一本兴冲冲道：大人，是这个，陛下准了，那咱们今天去府衙见。倒茶。杜恒垂头丧气地去端茶壶，给他沏了一杯，顺便也给玄英沏了。谁都是从端茶倒水过来的，大人是在磨练你察言观色的功夫。你眼力差了些，以后做官要吃亏的。我没有啊，也不知道假手的病有没有好。玄英嘶了声，拎着他的耳朵到外间小声教训：你这孩子怎么不开窍啊？如今陛下都准了，该改口叫回夫人。什么假手，贵堂的人都是罪犯，你要牵连咱们大人呀。那大人要去接夫人回府吗？珠帘内摔出一本书来。没事做就出去，看不见本官在忙。俩人便闭了嘴，乖乖地回到原处，各干各的事儿。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江离裹着被子，越想越悲观。那个家里一切都好，心善的婆婆，宽和的公公，直爽的姐姐，热络的姐夫，就是多了个杀千刀的狗官。或许是因为这天喝了一碗放酒的凉水，他半夜爬起来吐的时候又没披被子，回炕上睡到一半，本已好转的身子再次烫起来，肺里也好似有烟往外冒，熏得喉咙干疼。他从小身体还算健壮，头一次有这种要命的感觉，心慌的不行。半梦半醒间，恍惚看到了宝相寺里的金刚，横眉怒目地对着自己，要杀要剐似的。楚清雅把江离抱起来，那把骨头都硌手。突然看到被褥里积着一滩鲜红的血，他一惊，他的心猛一沉，来不及多想，大横抱着他就往外冲。江离在煎熬中感到了身子一轻，还以为魂魄离体了，耳朵里的声音飘渺遥远，好像有人在说：是我夫人见红了，发烧。那声音忽远忽近，很是焦急。你别动，让大夫看看，快一点，不会有事。他烧得双颊通红，皮肤滚烫，眼神都快散了。叫你们看着人都病成这样，怎么现在才报？昨日下午还好好的。他要是……他说到一半便住了口，扶着额角叹出了口气。都下去，备车。他这是想啥吗？江离被他揽着，迷糊中听到了几个词儿，什么行房、小产、怀孕。成亲1个月，你才小产，我来月事。楚清雅又问：他月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可是哪里烧坏了？你闭嘴，闭嘴！然而嘴里被塞了一颗药丸，半碗热水灌下去，他妥妥闭嘴了。楚清雅却还在那儿和傻子一样问大夫。江离气得两眼直发黑，晕了一会儿，再聚起意识，面前的景物已经换了。好些了吗？江离想说话，可嗓子疼得像刀片割，只是把沉甸甸的脑袋转过去，不看他。莫要以为我紧张你，你要是死了，这案子没法查。招供之前，你要是敢死在我府上，我便……他想了想，想出了一个恶毒的法子。你不是厌恶我吗？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把你埋在楚家的祖坟里，墓碑贴上个180道的符，叫你生生世世都跟我在一起。果然，他五官都皱在一起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世上竟还有你怕的事儿，哼，家手也不过如此啊。江离身上热极了，出着汗，脑子都糊涂了。一会儿闪现出昨天的午饭，一会儿又感觉自己在跟人吵架，不知道哪个场景才是真的。
依稀听到谁说了句假手2个字，他回光返照似的一下子坐了起来，眼神炯炯。不过呢，叫他出来与我比试，看谁写的差强人意。你原来是气我说你文章做的一般啊？你那测问要不是我说好，他们能判个乙等吗？江离又听到乙等2字，目眦欲裂的大叫一声，直挺挺的倒下去。哎，罢了，我也不同你斗气，你写的比我好1000倍，我姓榜上倒数第3，如何跟你比啊？夫人安心躺着吧，莫要再吓我了。好半天，听到江离鼻子里悠悠地呼出一丝气儿，他悬着的心终于落回肚子。以后不要再干坏事了。车轮滚过青石板，嘎吱声在暗夜里飘远，寒风撩起车帘，露出一角黑如墨染的夜空。楚清雅胸口突的一跳，看向江离，他的眼睛半睁半合，嘴唇微张，显出一种不可置信的神情来，眼角流出了2道泪水。醒醒，是噩梦，我在这儿，没事的。江离不觉得自己在做梦，他躺在家中的床上，母亲坐在枕边，温柔地看着他，依稀是旧年端庄秀美的容颜。阿离，你和妹妹往后要好好的，娘不能陪着你们了，娘不要你们守3年孝，太累了。你为家里辛苦这些年，娘心里有愧。如今你嫁了人，何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？娘要走了，去见你外婆，我想她想了40年。冥冥中一股大力将他从床上扯了下来，浑身一震，却是被人摇醒了。回家，娘，我带你回家，你听话，不要动，好不好？有血腥味儿，小心些。几人在院门外静听片刻，一个紫衣卫破门而入，刚闪身进去，便惊叫道：“快将夫人眼睛捂上！”楚清雅咬紧牙关，身前的披风却被几根冰凉的手指拉开。楚清雅一时懊悔带他来这儿，低声道：“不用硬撑。”然后抱着他踏入院子。齐王定是布了埋伏，这些兄弟都是大内出来的，普通高手绝对不可能一下杀掉6个。尸体带回去验毒。屋外触目惊心，屋内却一派宁静安好。楚清雅走到桌边，2盏玉瓷杯里的茶水上温，一个丫鬟和老嬷嬷伏在床角，头颈垂着，似在打瞌睡。侍卫一探呼吸，摇了摇头。床上躺着一个人，合衣而卧，嘴角带着微微的笑意，面目安详，正是燕福宇。江离张了张嘴，想叫一声娘，蓦然喷出一大口血，身子软倒下去。快去找大夫！宅中彻夜灯火通明，天明时分，楚清雅终于送太医从屋里出来。这病来的凶险，幸而夫人身子底子好，心智又强，生扛了一夜，吃几服疏风宣痹、固本培元的药，降养2个月，并无大碍。但风寒冲了月事，回京后您得请位妇科的来调养，行经方可少吃些苦头。历来红事不让白事，夫人尚在清婚，切忌劳累忧愤，阁老多陪陪她，心病还需心药来医。楚清雅难掩疲惫之色，道了谢，让家丁带她去拿枕巾。玄英也一晚没睡，来报宅子的看护重新布置了一遍，那6个兄弟的尸身别找仵作验过了，中的是从未见过的一种奇毒，推测能令肢体瞬间麻痹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桌上2只茶杯，其中1只下了枕黄粱，燕夫人走得没有痛苦。知道了，先去休息吧，过了今天想睡没多少时间了。大人，您一晚没合眼，也歇歇。我再去趟别院。走出院子，迎面遇上抱着孩子的卢毅。明渊，
瞧你步子都飘了，还怎么去办差啊？灵堂有我和岳母大人布置，用什么木头的棺材，穿什么样的寿衣，备什么回礼给吊丧的客人，这些啊，我们都比你懂。你姐姐这几日来家住着，和你爹主持家事，你呢就安心陪着你夫人，睡足了再去查案。你手下那帮人又不是吃白饭的，跟了你9个月，就是猪那也学得2手吧。况且死的是他们兄弟，能不拼命追查吗？我叫杜航跟着去，有什么动静他会来知会你的。多谢姐夫。姐夫，娘以前说过要你照顾好姐姐。这孩子送来我家玩了几天，惯会逗人笑，这一下子眼泪是流干净了，让他见见弟妹吧。姐姐看到我定是要哭的。我跟卢叔叔走，去给娘穿衣服。等猪病了，我走在棺材前头。拜托小妹了，你姐姐病得重，一时起不来。你就不能捡点好听的说？一大一小往主屋见柳夫人。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往后一直做我夫人吧，你赢了。不过1个月，他输得一败涂地，尊严全无，简直是猪油蒙了心，脑袋勾了芡，浓雾迷了眼。楚清雅不免有些绝望，凝视着江离的侧脸，想到他正乖乖地躺在自己身边，哪儿也去不了，精神一松，渐渐合上眼。没睡多久，便被外面的说话声吵醒了。真的是要事，糟了糟了！什么糟了？大人，您不是给陛下上了折子吗？撤掉田安国的名次吗？跪榜前1个时辰贴在贡院前的门上了，第1名解元就写着田安国3个字呢。都换上公服，备车。榜是午时贴上去的。车走到城东南的贡院，正赶上一大群学子围在榜下指指点点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田少爷不是开口前就死了吗？不会是太想中举，魂魄飘回来考试吧？呀，积点口德吧，小心他晚上来找你。哟，楚阁老来了。他走到柜榜下，抬手细看片刻，副手淡淡道：“你们都是豫昌省籍贯的生员。”是。功名在身，可见官不贵。你们这些参加乡试的人都考过了秀才，通过了3年1次的岁考和乡试前的科考，一层层的筛上来，实在艰辛。跪下来的那几个都免礼，站着回话。来，敢问阁下年岁几何，读了几年书，考了几回试？阁老见笑了，草民今年54了。7岁时，老母卖了家里生蛋的鸡，送小人去读私塾开蒙。24岁那年，考中了秀才，今年已是第16次参加乡试了，却还是名落孙山，惭愧呀，惭愧呀！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若次次都来，考到65岁，朝廷按例赐举人出身。小人虽不才，却读了几10年圣贤书，懂得君子不受嗟来之食的道理。倘若65岁还不能中举，便安安心心在乡里做教书先生，了此残生，万不敢叫朝廷为我这等草包破费呀！楚清雅又问了几个下跪的生员，回答相差无几。你们可都听到了，寒窗苦读何其不易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登上朝堂，识君之路，为君分忧。你们中间见了本官跪着的，大多年岁已高，是把读书科举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寒门子弟；站着的大多是年轻气盛，衣着不凡，是饱读诗书的富家之后。然而恰恰有那等人心术不正，狂妄自大，视国法为一纸空文，污了读书人的清誉，贿赂考场官吏，私藏夹带，更甚者枪替。向来考风清正的豫昌省，怎么本官一来，种种舞弊手段就大行其道了？是本官查得严，还是过去考场管得松啊？本官身为乡试总提调，考生里有几个使了伎俩，看得一清二楚。
盖了黄章，便是坐实欺君之罪。本官特意保留了原本排名，叫你们看看，这些欺君罔上、占用中举名额的奸猾无赖是如何受到国法严惩的。头一个就是犯了枪替之罪的田安国。田家以认罪画押，花300两白银请了代考，另花50两调换号舍。这替他中戒元的罪人已在府牢关了大半月，愿供出同党戴罪立功，助朝廷清查，圣上已经准许。田安国虽死，犹不能抵罪。来人，现在就把这榜抄一份，贴到田家祖坟，将此人尸身从墓中拉出来鞭30，一下也不能少。遵命。众人听了他一番掷地有声的训话，有惊讶的，有愤懑的，有不甘的，更有心虚之人听到要将田安国拉出来鞭尸，不禁汗流浃背，胆寒心惊。阁老明鉴呢，定要将这些人一个个抓出来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们兴许就能考中了。天底下就有这等普公之事。天日昭昭，本官今天就在贡院前告知你们，不止这次乡试要查，豫昌省各州县5年之内的同事也要查，看看是哪个见官不贵的秀才是靠钱买来的功名，只要抓到，就别怪朝廷从重处置了。说罢，便举步从人群中经过，袖袍刮出一阵凛冽的寒风，两侧的学子个个都起了层鸡皮疙瘩，低头行礼，口中喊着恭送阁老。果然是酷吏呀，好得很！快将那些作弊的畜生抓出来砍头！哼，此前就听说有人使了银子作弊，太嚣张了。当然，您刚才把他们震得服服帖帖的，都没人说田安国请的代笔判轻了。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判轻了？那是圣上御笔亲批的，谁脑子不好，敢当众反对圣上？若是查不出这400个考生里有几个作弊的，就把家里那个戒元拉出来，先打100板子，再5马分尸，死了也把胳膊腿吊在菜市口各抽300遍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杜衡向玄英做着口型，看那意思，每打一下他就要抱着人去找太医了。两人在车外偷笑。大人是嫌牢里日子太好，拿我来卧房问罪吗？恭喜夫人，不负众望，摘得乡试魁首。国朝科举之风盛行200年，唯有夫人这样11年来跑遍各省助人为乐，考了23场县府院士，15场岁科考，4场乡试的转世魁星，才有资格中解元。本官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江离都呆了，解元？他开什么玩笑啊？不可能，我有一题是瞎写的，就是郑伯克段于鄢，你测问是1等，但前2场都是假等，所以3场卷子都装在一起送去京城给陛下看了。我在宫院就给陛下上了折子，放榜时不能有田安国之名，大约有人办到截了奏折，所以没送到宫里去。你都知道我替田安国考试，还把我卷子送上去。楚大人，你那天是喝酒了吗？6个考官加上内外联官和杂役，共有50多个人，为了防止走漏消息让作弊者逃出城，我没告诉他们有枪体。本想直接送到京城，让陛下把田安国从榜上划掉，哪知不但没划掉，还升了第1。你方才是去贡院了？夫人不知啊，那群考生得知田安国请人代考中了解元，义愤填膺，要本官将代笔抓起来凌迟处死呢。真的？不能再真了，还有考生当场处住，说若没有这代笔，他这次定能中举，苍天无眼，叫阴险狡诈之辈毁他前途。你在吓我？唉，本官已在想如何将你押到刑部大牢，叫他们使出浑身解数，把你这身皮肉弄成解气的模样，拖出去给莘莘学子交代了。大人，我都说我能作证，你放我出来不就是同意了吗？本官也很难办呢。你若叫我夫君，
我还能念着夫妻之情，从中斡旋。江离憋了一阵儿，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儿：小阁老。你等着，回了京我看你还能自在到几时。说完扬长而去。江氏放榜后便是燕府与出殡的日子，道士在城外的宝象山选了个风水宝地，给他建了个衣冠冢，尸骨则依照他生前的愿望火化了。夫人节哀。火光燃起，烟气熏天，江离挣脱他，蹲下身抱住阿芷，姐妹俩望着母亲的遗容放声大哭，闻者皆哀痛不已。楚清雅默默地站在一旁，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。第一次给人送葬吧。楚清雅点头。唉，你是个有福气的。你哥哥走时你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长到这么大一直没经历过家里人生老病死。阿离命苦，小时候没了父亲，如今母亲又没了。你同他说话要注意些，别伤了他。他的心性比寻常姑娘要强得多，不这样也养不了家。我明白。他低下头，心里还是有些埋怨。回到京城，有什么麻烦事，就写信跟家里说，爹娘都会帮你。楚清雅应了一声，鼻音软软的。柳夫人放下心，又去火堆前宽慰江家2个姑娘。楚清雅昂首望着飘摇直上的黑烟，忽然迷茫起来。如果将来有一天她的父母去世了，她还能这么冷静地去送殡吗？她希望永远不要有那一天，只是稍稍一想都难过至极。可这是世间亘古的规律，不会为任何一个人改动。丧礼结束，10月的天气越发的冷。走的那日，府门口的仆从排成长队。若是缺什么就跟我们说，要是三郎对你不好，只管一封信送来，我接你回家住。你的身子还需好生调养，不要为小事动气，在外头照顾好自己，知不知道？姐姐，你也要小心身子。江离在路过的第1条大河上把母亲的骨灰撒了下去。我娘说，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利天下，可她4岁就被抄家入了教坊，后来长大了，就期盼能找个男人带她离开烟花之地。她离开了，但日子还是难过。到了永州，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。她说水里好，哪里都能去，世间也到处都是。我们看到水，就是看到他了。楚大人，我算计了你，让你突然被迫和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成婚，的确是我不对，但这是我唯一能走的路。我要是同你没有关系，你查到我，定要叫我全家流放。就算只问罪我一人，我娘和阿芷也没法过活。我若是个男人，你9月初1出贡院，我必定跪在贡院门口，求你收我做幕僚，把跪堂的罪行都供出来。无论是学识还是资质，我自问比那些考到40岁还不能中举的秀才胜出一筹，有把握说动你饶我一命。但古往今来，何曾有女子给封疆大吏、殿阁学士当幕僚的？要是这层关系能行得通，我自然不用嫁给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。真的想不到，除了贵堂，世间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让我通过读书挣到这么多钱？每年辛苦几个月，平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他顿了顿，语气郑重：楚大人，我们认识1个月了，我从小就在外奔波，见过的人并不少。我愿意明明白白地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迂腐之辈。你娘也是教坊司出身的，她知道女子谋生有多难，把你教得很通达。我说的
你会懂。楚清雅心头一震，沉默很久。我懂，但我要保你，只是因为我娶了你，我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并非是想让你为我做什么，或是看你才能卓著，死在牢里可惜。你真当凭我自己查不出贵堂的来龙去脉，非要用你的口供吗？江离锁起眉，难以置信地望着他。我不喜欢把私情和公事混为一谈，我说的你也懂。夜里的涛声像野兽在咆哮，江离又想起宝相寺的怒目金刚，好像他的孽债一辈子也还不清似的。邱堂主，本王宣你进来不是为了听你奉承的，你开门见山吧，一会儿本王还要去做晚课。是，小人前些日子去了趟京城，用钱财打点了几位大人，都是从前和贵堂做了生意，中举后官至五品以上的。王爷或许听说楚阁老秘密去了豫昌省，明面上是严查舞弊，实际上是在寻贵堂和您的关联。找到证据后，便要在朝中除去您的手臂，而后举兵削藩。那小子如何知道贵堂和本王有关啊？说起来也是小人行事太急惹出的祸。主子去年对小人说，您在招募府兵，叫小人多弄些钱来，小人便多做了几笔生意。今年春天的殿试就多了10几个花钱买功名的学生，虽说他们肚里有点墨水，但当庭答几位阁老出的考题，不免丢人现眼。后来啊，楚阁老找了2个钱江省籍贯的进士入刑部官正，小人猜他就是从这2人嘴里撬出是在贵堂找的代笔。然后呢，他把贵堂连过端了啊！小人也没想到楚阁老的手段这么严厉，他派了个细作进来，趁小人离开永州，散播消息说要开双将大会，把总堂的人骗到一块抓起来了。不过王爷无忧，小人自有办法让这些人供不出王爷，包括那些不在堂里的代笔，也叫人灭口了。这是你们主子的意思？主子以前吩咐过，万不可泄露出王爷来，小人只好忍痛下手。一个没留？都死了。邱堂主，你对自己人都这么狠，本王甘拜下风啊！你主子真能忍下这口气？忍不下，所以派人把楚阁老的岳母家给屠了，顺便给您出气。若是他岳父还在世，也逃不过去。这个我已经知道了，是不是还借了个伏牛卫到楚清雅家里行刺啊？是，那人死了，一个侍卫而已。你稍等，宝玉，出来见你邱伯伯。爹爹，娘来不来啊？见过小世子。本王就这一根独苗，从小体弱多病，今年8岁了，我把他叫来在观里听课，你看看生得像不像啊？还是更像王爷呀。齐王摘下儿子颈上的一块玉交给他。你既忙，那便回去吧，本王派人送你过江，这玉给你主子。多谢王爷。邱兴满走后，齐王扭头一看，这孩子跑到丹炉边，伸手拿了金盘里的一丸红色丹药，正往嘴里塞。他3两步走过去，啪地打掉儿子的手，把丹药抠出来，怒道：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，爹跟你说的都忘了不成？仙丹也是吃得的，连吃上1月，命都没了。小世子扁了扁嘴。入京城时正赶上小雪节气，
孟冬的盛京仍是天下最繁华的一座城。马车进了南门，便听得大街小巷鼎沸人声。姐姐你看，那是娘以前待过的白云区。你们大人去过那儿吗？这个应该是没去过吧。江离想吓吓他，脸色一沉，声音严厉了几分。为什么吞吞吐吐的？若是骗我，就叫玄英统领卸了你的职。刑狱官不得去烟花之地享乐，御史们参大人的折子多了，好像确实没有因为这个弹劾的。我看他熟得很嘛，便是查案也没有吗？夫人稍等，我问问统领，他跟大人9年了。不一会儿又过来，苦着脸。查案是有的，16年前大人当盛京府通判的时候，因为有妓女死了，他去过京城几处花楼。夫人，别的事儿小人真不知道了。楚清崖方才听到窗外谈话，等手里折子看完，便掀开帘子。玄英立马指向后面那辆车，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把那混账叫来，说的话给本官原原本本重复一遍，若有半个字不记，剥了他的皮。哎呀，你姐夫这个身份啊，麻烦得很。以后我们身边不跟3、5个人都没法出门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去外城逛逛。娘说那里有许多卖烤串和熟水的。这边楚清崖听着侍卫如实道来，太阳穴直跳。你怎么回答？我说大人查案去过。楚清崖头痛欲裂，他这群手下就没一个会说话的。本官一个人去，和带着福音仵作一起在大白天从官署赶过去是2个意思。这个月俸禄不要领了。大人，谅他年轻时初犯，本来月钱也没多少，你看着办。楚清崖再不想管他们，折子却始终是看不下去，拿在手里僵了几刻，咚的一声砸到车壁上。把他叫回来，问问他刚才为何脸红。片刻后，玄英挨着窗小声道：大人要听真话吗？感到冷冷的目光，他轻咳一下。这一路北上进京，夫人找机会跟每个侍卫都单独打了照面，通常还要给赏钱。刚才那是最后一个，他也收了几千碎银子。大人知道我们自一卫是不娶妻的，有的兄弟年纪小，夫人态度和善，说话又逗趣，常常说上2句他们就不好意思了。本官怎么不知道？这等事拖到今天才说。您整日在车里看折子，这等小事哪敢打扰？他说话逗趣，哼，到底说了什么话值得不好意思啊？不是话的问题，是夫人生的美，再加上银子，说什么都一样。再过几个月，他要你们刺杀本官，是不是拿了银子也照做呀？那肯定不会，夫人跟大人是一条心。您不想想，他为什么要问您是否去过花楼？不就是吃醋吗？一句话入耳，心头好似被浇了桶凉水，火焰霎时全灭了。哼，他巴不得本官去，他还想给本官塞他那5个姐姐。勾三搭四的，分明就是想气他。他从钱匣抽出1张100两银票，递出去。你们分了，单他有钱赏人，本官就没有。多谢大人，以后有我们注意着，您放心。今儿拿了双份赏钱呢。住处都分好了，今晚你们先安顿下来。京城不比永州，不便之处大家忍一忍。若是干的，每月从管家处领了月钱；若是干不得，同我说一声，我也不拘着你们走。大人虽说以前不开门迎客，但今年入了阁又成了家，往后少不得有客来拜访。这宅子须得从头到尾修葺一番，至少要看起来干净大方，不要像我进来时，草地上东一块石头，西一根钉耙，廊上吊着的灯10盏有3盏是灭的。众人唱诺，出去了一波，接着有人递上账本，他翻了一会儿，这账做得太粗了，待我之后写个明细，叫账房照着来记开支。李管事，大人平时1文钱都不花吗？这账本里尽是些下人的吃穿用度，还有石料木材的大头。楚清崖第一次想这个问题，好像他真的没什么花钱的地方。吃的要么是宫里的御厨房，要么是刑部的堂厨。早上中午吃完了，带个食盒装些糕饼走，晚上回府吃。他的马也是在官署吃公粮的，
而日常用的笔墨衣服都是从父母家里寄过来的，不用自己买。你们大人也太守财了，朝廷发的茶汤钱、除料、几卷、薪炭、布匹，还有马饲料，他全折了银子？是，都存在库房，这是钥匙。我知道了，今日祭见完了人，都散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同你们说，你们大人不是个御下严苛的，我比他要严些，但他定的规矩我也没改，只是添了些细处，放在京城任何一座府邸里都不算严的。要是连这些都做不好，就真是叫人笑话了。都听到了，往后每月粮科院送来的券吏都给夫人过目了，再拿去太仓署领俸禄。众人齐声应是。屋门终于关上。这个是给你的。太晚了，不想看。不就想看这个？贵堂的4个司、暗道、易容术，还有我哪年哪月替谁考了试，收了多少银子，他们中举后在哪儿当官。夫人未免太不体谅我，我早下职了。明日要进宫，陛下封你诰命，若是要守孝，我就同礼部说一声，往后推推。我娘也不要我们守大半个月也够了，再守她要怪我和阿直了。进宫要紧，你回京第2天不带我去跟陛下说乡试的事儿，怕是第3天、第4天就有人要告状了。他们耳目灵敏的，或许已经知道我给田安国代考，你带我出大牢，不止一个人看见吧？此事除了陛下、薛阁老和我的亲信，无人知晓。我是拿个麻袋把你套了扔去牢里的，出来的时候蒙着脸，进房看守都是自衣卫。出来知道蒙脸，进去怎么就要套袋子？那不是你出来的那间屋子正好有个麻袋吗？我那是看到你一根头发丝都嫌烦。你嫌烦就不要来找我，跟你说了我讨厌你，别离我这么近。夫人今日还未同我说那句话，我一个字都不想和你说。越看你越像个骗子，言而无信之人，本官没心思去保。江离被他看得有点心虚，声音都小了些。你都答应了，要是反悔，你也言而无信。两人僵持着，谁也不低头。什么话？我也没有话日日都要和你说。就是河边上那句，夫君早点歇歇。我这就歇息。楚清雅把他打横一抱，扔上床，一面脱了大氅，一面放下帐子。你答应过我要一直做我夫人，怎么路上和侍卫调笑啊？什么调笑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哎，然后就被血盆大口咬在脖子上。楚清雅像是饿了很久，沿着喉咙舔舐下去。对我笑一笑，便饶了你。江离拽住他的头发，狠狠地扯了起来。他嘶了声：“快活了才笑，是不是？”你欺负人啊！江离蹙着眉，被他堵住嘴唇。哪里欺负你了？江离的眼神迷离起来，头颈微微扬起。你不是厌恶我吗？我却瞧你喜欢得很。江离忽然不叫了，把呜咽压抑在嗓子里。你讨厌我，为何不把我踹下去？江离偏过头，楚清雅的声音还是萦绕在耳畔。你就是不好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。楚清雅的心头又被剜了一刀。你不喜欢我什么？江离又不说话了。楚清雅明白了，他只是喜欢他在这里伺候他。天底下再没有这样恶劣蛮横的夫人了。我也没要你喜欢，你天天骂我是狗，嫁狗随狗，任你对别人笑几千次几万次。一盏灯烧尽了，房中安静下来，两人歇了半晌，江离的嘴里飘出几个模糊的字儿：你们守孝就是借口。哎呀，他终于发现了，要同夫人欢好，得想个曲折的法子，太麻烦了，下次还是直接来。你叫我一声夫君，今晚就到此为止，行不行？等了一刻，他还是不开口。我哪里欠了你？这才1个多月就摆出这副冷脸，往后还过不过日子？叫夫君，咱们就相安无事，明早起来进宫。我哪里欠了你？这才1个多月就摆出这副冷脸，
往后还过不过日子？叫夫君，咱们就相安无事，明早起来进宫。江离斜瞟了他一眼，垂下睫毛。果然是个骗子，这婚事分明是你强要来的，如今你又不认，把我当什么？是谁要我保他一家平安？是谁答应要一直做我夫人？一直做他夫人，一直做他夫人。魔音贯耳，江离忍无可忍。啊，你就不能换一句？我不是在好好过日子吗？我饭都没吃几口就给你管教下人，还看账本，我还说要把家里重修一遍。我不只要这个。哎，还要什么？你现在不就在讨？不吃。夫君，好了吗？能睡觉了吗？你心里不认。江离实在是不想同他争辩了，抽抽噎噎的假装哭起来，干打雷不下雨。你说保我一家平安，你做到了吗？你还把我扔到那个鬼地方，半夜找水喝都是冷的，肚子疼的要死，浑身都难受。你不如让我死在牢里。楚大人，我求你砍了我，一了百了，把我尸体送回永州，扔到乱葬岗去，我变成鬼都谢谢你。你还要我心里认你？实话告诉你，你算计我之前我是认你的，你捡了我做的荷包，以后再也不能了。那荷包根本不是你做的，你娘替你做了一箩筐，你藏在装冬衣的箱子里，一年送我一个，管到70岁，你从来没认过我。一缕哭声蓦地传出来。怎么真哭了？你还提我娘，你还提她，还有，那荷包上有一个字和笑脸是我绣的，我没全骗你。我知道，以后再给我做一个吧。不可能了。随便你，睡觉。江离困极了，却很久都没睡着。他在想他那句话，这桩婚事确实是他江离强求来的，但勉强的不只有他一个人。如果可以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嫁人。他很怕变成母亲那样，被关在宅院里，从身到心都慢慢枯萎。他如此抗拒楚清雅，其实是抗拒选择了这条路的自己。只要他在身边，内心就不停地提醒自己，他伤害过他。第一面的无理触碰，后来精心包装成礼物的算计，还有牢里暗无天日的大半个月，他是不会喜欢上他的。尽到职责，和阿芷一起好好的活下去，给娘报了仇就可以了。楚清雅寅时便起来沐浴更衣，过了半个时辰才让人唤江离起床。今日薛阁老也在，除了告封，还要当面解释田安国之事。薛阁老虽年事已高，但心如明镜，向来不喜别人骗他。夫人伶牙俐齿，想必本官不用担心。你每天都起这么早吗？那个薛阁老不是都快80了，陛下才7岁，怎么这一老一小也起得来？哎，你厉害，一会儿把这话当着他们再说一遍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正要和2位阁老说话。江离随着太监挪动脚步，他又叫：哎，夫人请留步，朕说漏了。这孩子还挺和蔼的。等店里的侍从都走了，江离才抬起头。楚先生，你可回来了。臣不在的这2个月，陛下有没有好好上课？萧泽偷偷地摊开左手掌，掌心红肿未消。哎呦，是哪位先生打的？就是教功夫的那个先生。那陛下是错了还是没错？应该是错了吧，我装病被发现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臣没法和他说。先帝以前说过，教功夫的先生要对陛下严一点才好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吹吹。父皇不在了，没人给我吹了。楚清雅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又吹了几口气儿。听说先生新娶的夫人犯了舞弊法，可她长得一点也不像会犯法的样子呀。江离挑了下眉，陛下有没有听说过人不可貌相啊？薛延芳轻咳一声，小皇帝立马站直了，松开了楚清雅的手，回到御座上。
楚大人此前送来的折子，老夫已同陛下看过了，说你成婚10天，发现你夫人是舞弊的重犯，可戴罪立功，加快结案，所以想从牢里放出来，因此请示陛下。折子写的煞是耿介，想必短短几十字，费了不少苦心斟酌言辞啊！你却不知欲盖弥彰的道理吗？楚清雅看了眼江离，两人默契的同时跪下。人非圣贤，皆有私心。楚某新婚，夫人持家有方，得高堂喜爱，将他在长阳府死牢关押20天，家中二老夙夜悲伤，积郁病倒，实在不能将他处死。况且奏折中所述，字字为真。夫人已将证据交予刑部，豫昌省此次乡试400人中有多少作弊的生源，楚某已全部排查清楚，涉及往届科举，也追查出和齐王有关的官吏，只待刑部审定后放文。江离心想，他可真能扯呀！他昨晚急着干那事儿，根本就没翻他给的跪堂舞弊大全。然而楚清雅的下一句就让他呆住了。他报了几个人的名字，其中就有一个是他3年前替考过乡试的。后来那人春闱运气好，中了进士，现在正在某地做县令。薛阁老听了这番合情合理的解释，只淡淡一笑。楚大人到底是年轻啊，却不知心腹进门，公婆最怕出家丑。才嫁进来10天，就是再持家有方，夙夜悲伤，积郁病倒这样的描述，也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啊。何况尊夫人犯的是大罪，令尊难道没让你写休书吗？夫人确实得全家喜爱，楚某也爱她至极，将她关入牢中，自己同样夙夜悲伤，积郁病倒，只是羞于诉与他人。新婚燕尔，血气方刚，人之常情，看不出楚大人这等做事果断的，竟也是难过清关呢。只是你这夫人不可貌相啊，美则美矣，城府却深。听说当初是江家上门提亲的，你可知她嫁你是为什么呀？夫人胆量超群，不惧盘问拷打，陛下和薛先生尽可细细问他。好家伙，他这就全丢给他了是吧？怎么说的他有铜头铁臂一样？你们都起来回话吧。江夫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如何舞弊的？妾身是永州江家人，单名一个离字，祖父是元凤年间的翰林江承训。陛下读过白居易的那首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吗？这个简单，朕会背。离离原上草，正是梨上头一个草。这名字好记。陛下聪慧。陛下可知枪替是什么意思？萧泽摇摇头，他这个年纪只理解舞弊的意思，知道这是违反律法的坏行为，要被抓起来。枪替就是替人考试，如果有哪家的学生读不好书，就去找一个读得好书的人替他参加科举，考到多少名都算他的。妾身就是干这个的。朕明白了，别人找你帮他考试，是这样吧？陛下圣明，这次妾身便是替田安国考乡试。那你岂不是读书很好才能做枪替？原来你是替田安国考，他的卷子朕判了第1啊！薛延芳瞪着楚清雅，嘿，你小子说话说一半，这么要紧的事儿居然不写在折子里，只说夫人考了试，没说夫人考第1，他还以为有别的代笔呢。避重就轻的功力
没做10年官还真练不出来。江离也瞪着他，你不是说他俩已经知道了吗？感情只知道他犯了罪，不知道他犯了这么明显的罪。事到如今，这狗官是靠不住了，江离只好小心道：回陛下的话，妾身读书比找上门的雇主自是要好多了，但若要与陛下这样从小就有名师相授的人相比，或是与夫君这样15岁就中解元的奇才，再或是晋武侯世子那样19岁高中探花，家中学风严谨的良金美玉相比，就不自量力了。正读书读得不好，要是有薛世子1/10的聪明，先生们做梦都要笑醒了。离楚先生也差得远，实在不敢比。哼，你这小女子倒是会说话呀。这里3个人都被你夸了一遍。那薛战是老夫侄孙，你知道老夫喜欢他，才如此拍马屁。你连他的面都没见过，出口就是良金美玉。妾身句句属实，我等做枪替，历年的科举成文都必须熟记于心。虽未见过薛世子的面，但文如其人。景仁3年殿试放榜后，朝廷版印了成文集，供天下学子参考，取了薛世子作答的论、诏、告、表、判和策问，20年来仅此一位人中龙凤。成文收录了他2、3、2场所有答卷，其文斐然成章，字字珠玑，尤其判词写得精妙绝伦。常言道，观其判，知其才干。其中第2条，知情藏匿有罪，短短数言，既契合律令，又尽显慈悲之心。薛世子是才德兼备的君子，当世罕有。老夫看过他的文章，但6年前的科举范文记不大清了。你说他判词写得好，我在家中教他的时候，教的是他的策问。依你看如何呀？策问有5道。第一问，舜帝为何在退位后南巡于苍梧之野？其言中正圆融，字句谨慎。第二问，教化天下百姓该以何为先？其所谈教书育人，言辞恳切，之后更是躬身践行。第三问，今之良将如何取韬略于古之良将？其言挥斥八极，博古通今，更引国朝对北敌战事为例，酣畅淋漓，读之热血沸腾。第四问，历代选贤考核之法是否可施于今日？其言明辨义理，细致入微，将国策深剖详解，定是生平有志钻研于此。第五问，本朝兵制较前朝有何利弊？其言一挥而就，举重若轻，无可挑剔，料想是家学渊源。薛延芳听后半晌不语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如你所说，他的文章竟没有一丝不好之处？妾身妄言，薛世子当年不过19岁，正是意气风发之时，却没有像其他年纪相仿的考生那样徜徉自逸，洋洋洒洒一番。第三问虽写得大快人心，但还是有所藏拙，收尾得有些平了。你可知是何故啊？妾身猜得出，不敢当着薛阁老的面说。薛延芳长叹一声，没追问下去，对着小皇帝道：陛下，现在可告封夫人了。这句话萧泽可算听懂了，把金案上准备好的告书递给他。薛延芳展开玉轴，清清嗓子，朗声宣读起来。江离谢恩后跪直身子，双手接过。江夫人，老夫看过你代田安国写的卷子，你才气甚高，心性也甚高，为何愿意冒险替人考试呢？谋生而已。家母生前多病，家父早亡，
不做就活不下去，做了也不由自己脱身。楚大人为你争了个功过相抵，本来不应封你诰命，但若3品以上的夫人只有你不受封，外人觉得奇怪，难免引发事端。即使此事暴露，激起朝廷民间议论，更被有心人利用，那就震动天下了。在府牢关了20天，是你咎由自取，你认不认呢？认。那今后便清白做人，勤俭持家，不要辜负楚大人和他父母对你的爱重。明渊，你也不要因着此事和你夫人日日提夜夜提，拿这个来要挟他，叫他吃了亏也不敢说。成了婚，夫妻便是一体，不要像现在这样斗气。我没跟他斗气。他就是有。江离用眼神狠狠剐他。薛延芳一把年纪，受不了年轻人打情骂俏，目光转向托着腮笑嘻嘻的小皇帝，又头痛地叹了口气。陛下呀，咱们先前是怎么约定的？是不是还有什么要和楚大人说呀？哦，对了，朕叫他们仔细找了，没收到楚先生8月份在贡院里写的折子，所以朕不知道田安国死了，给他评了第一。陛下能看懂那张卷子吗？为何要改成第一？看不懂，但薛先生给朕讲了意思。田安国，不对，是夫人写郑伯克段云烟。朕一看就想起了父皇呢。小弟弟还在的时候，父皇就说过一定要爱护他，我们要好好相处，不要像父皇和叔伯们一样打来打去。朕以前不懂为什么母后不喜欢朕，问了人就知道了，原来是因为母后生我的时候难产了2天，很疼很疼，一直没办法忘掉，所以她喜欢小弟弟。可是小弟弟没到1岁就去世了，她也跟着生了病。如果母后还在，我就告诉她我不怪她了，我很喜欢夫人写的，所以就给了她第一了。楚先生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楚清雅朝他伸出手，他跑下来扑进了温暖的怀里。楚先生，你走了以后我天天想你，除了薛先生我都不敢跟别人说。昨天我又梦见你和甜甜让我去骑马了。陛下长大了，不能像小时候一样黏着楚先生了。陛下知道为什么有人不让楚先生把那封折子递到宫里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很笨的。陛下哪里笨了？不是连白居易的诗都会背吗？再过几年陛下就都懂了。我5岁的时候你就这么说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变聪明。爹爹都说我不是当皇帝的料。先帝重武功，陛下把身体练好，无病无灾的就已经非常好了。夫人，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楚先生把折子给我看啊？是因为想让陛下疏远他。夫君去豫昌省是负责查科场舞弊，中举人里却有作弊者的名字，就是表明他没有处理好这件事，有负陛下对他的信任。正是，幸亏楚大人放榜那天及时去了贡院，给了莘莘学子一个交代，不然闹大了，对他和朝廷的声誉很不利。截折子的人只截了这封，没有截别的，就说明他们对每一封从永州到京城的折子内容都了如指掌。
正是如此。到底是什么人有这种能耐呢？每封重要的文书都是派资议卫送出去的，到了宫中由司礼监接收，应该是宫里出了问题，只有这一封丢了，幸好进展没受影响。要追查1个月前丢的折子意义不大，也不见得能查出确切的人，只能以后再小心些。查不出来就不查了嘛，反正我最喜欢楚先生了，不会骂他。陛下不能说这种任性的话。出了华盖殿，朝阳已经从东边升了起来。夫君，我能问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吗？问。江离趴在他肩上，极小声的附耳。他真不是你儿子啊？楚清雅沉默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能这么大逆不道啊。他是你生的吗？我哪生得出这么大的？你不生我哪来的儿子？我就是看你操心的跟他亲爹似的。他亲爹已经在皇陵躺了10个月了，夫人积点口德吧。你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孩子要带，所以才不想生啊？你生不生？我们现在就要一个。哎，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藩王未灭何以家为啊，楚大人，要谨记你的大任啊。我看啊，灭了齐王，你能跑出去再给我造个韩王、魏王，拖着一辈子都不生。你不是说给我生孩子，还不如让你死吗？我虽然骗你的多，但这句话可是真的。我娘就是生孩子生出的病，让我给谁生孩子，都不如让我死。楚清雅愣了一下，没说话了。马车拐过街角，就看到了刑部衙门。楚清雅从容不迫地挽起他的胳膊，往官署里边走。见过大人，恭贺大人新婚。夫人万福，请夫人的安。江离摆出一副温柔贤淑的笑脸，随着楚清雅去尚书直所，恨不得能长出翅膀飞走。你想被御史参一本啊？有带家眷上职的礼？我带的是戴罪立功的证人。就你礼多。屋门一关上，江离用手扇了扇风，被那么多人盯着，汗都出来了。那边是我原来的地方。他指着东厢房。不过住了没几个月，就被派出去做巡抚江东、广南都御史了。当时尚书丁忧回乡，部里的事情都是左侍郎在管，天天忙得焦头烂额，还都是些棘手的案子。他恨我恨得要命。那你回京述职，没给他带点当地特产？他第2年就累死在任上了，所以能让手下办的事儿，我绝不自己办。说完，拉下黄铜铃，朝门外值班的小吏道：“把朝审的案卷送来，本官要看他们做的怎么样了。告诉他们抓紧，月末得送到督察院和大理寺复核。”大人今天就要？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人都没回来。楚清雅坐在书案后，倒了2杯茶，悠悠开口：“这就是他们还没做，正在商量找借口糊弄我了。”夫君果然是过来人啊。楚清雅把家里带来的册子摊开，一页页的翻过去，越看那眉头皱得越紧，而后又拉铃。这回不用他吩咐，那绿袍小吏就抱着个箩筐进来，往房里一放。大人，豫昌省此次乡试的案卷和过往5年的我们都整理好了。多谢。杜恒，你不倒茶了？他在路上已经从侍卫的口中知道了柜堂里的郑乔到底是谁。这少年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见他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当面说话。夫人怎么也在啊？我让他来帮忙看案卷，你们理的只是皮毛，不是说有可疑迹象就一定犯了罪。虽说能抓一个是一个，抓错了是要遭天谴的。还以为你宁可错杀1000不肯放过一个呢。外面传你是个酷吏，可见也只是骂你用刑的手段。杜恒感觉自己在这夫妻俩中间插不上话，大声道：“回夫人，从贵堂出来后，大人就提拔我给他打下手，不用再倒茶了。”我看你啊，还是没有在柜堂里机灵。8月15那日我来伯恩斯，你是不是认出我了？我一提田安国死了，你那么激动，就猜你是假手了。这是意外收获，堂里那么多代笔，和我说超过3句话的也没几个。算我倒霉，不过我也不和毛都没长齐的小弟弟计较。出去吧。等人出去之后，他蹙眉问他：“你不和他计较，
却日日都和本官计较。他一个15岁的孩子懂什么？都是你教他做的，上梁不正下梁才歪。好好好，都是他的不是。楚清雅把装满案卷的筐子放到他脚边，你先看着，我勾一勾会审书。俩人一头一尾占据书案，喝着茶看着公文，这一看就是2个时辰。到了用午饭的时辰，楚清雅放下笔墨，去用饭吧。不想走路，夫君去跟我带点吗？你想吃什么？随便。饭后，江离在暖阁的小床上眯着，四肢沉沉地压着褥子，耳朵里还能听到外面的声音。恍惚间有人进来和楚清雅说话，就算玉皇大帝来了，他也要补觉。不知睡了多久，被摇醒了。做什么？夫人只知道夸那良金美玉的探花郎，也看看我的朝审判词写得如何。你该不会就因为这个才临时带我来上旨吧？不行吗？我今日若不带你来，3天都要睡不好。刚写的，快看。江离在他期待的眼神下，仔仔细细的从头看到尾，案子也读了。楚清雅坐在一旁，端着茶盏润嗓，不时地瞟江离一眼。酷吏之名，并非无中生有啊！7个里2个凌迟，2个剥皮食草，只有3个是利索砍头的。你单说写得好不好？楚大人，你干这行都干了10年，就是不识字的，嘴里也能蹦几句像模像样的话。你这判词写得行云流水，不赞一词，但这是你吃饭的家伙，拿来和一个19岁的学生比，不是欺负人家吗？你当着我的面把那薛战夸得天上有地上无，替他说了几百句话，却只丢给我8个字。我说你写得好，怎么还恼了呢？你这叫夸我做得好？你说观其判，知其才干，分明是在心里骂我是个冷酷无情的阎王。你知道还问？下职了，回府。薛世子不只是判词，他每一题都答得好。我们强制司训练代笔都要求学他的作答风格，因为人家有真本事。无论是哪届考官碰上他不给个3顶甲，那就没天理了。你还说？他拉着江离出门，江离被他扯着生气了。我就说薛世子的策文是我见过的成文集里写的最好的，20年来最好的。他有个好家世，府里出入的都是当世鸿儒、天皇贵胄，从小受的是文墨熏陶，学的是一言嘉行，要是考不好，进武侯都没脸出门。我爹只是一个穷乡僻壤的8品县丞，不能给我请好先生，没钱打点京官，自然实力不济，远远比不得他。我说他好，又没说你不好，我不是在陛下面前夸你是奇才吗？你都1品入阁了，还计较过去的考试，执念不要太深。本官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科场舞弊。薛阁老今早才说，不准你拿这个要挟。找到人撑腰，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有本事回家再说一遍，看你明草几时起来。一转头，只见满院子的官吏都变成了石头，僵在原地，张口结舌地望着他们。俩人相视一眼，手挽着手快步走出了院门。脚下生风，江离把脑袋靠在他的胸口，耳朵都红透了。在衙门外上了车，楚清雅咳了一嗓子。你膜拜他的文章，去国子监里请教他好了。我要是拦你，天诛地灭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天和地何必管人？玄英痛苦的声音从车外传来。求教2位祖宗别吵了，是朝御史没有理由弹劾吗？如此才安静了下来。往后5天，楚清雅都带着江离去了官署上职，案卷很快就看得差不多了。这1个月，俩人各忙各的。楚清雅下职后也在书房待到深夜，江离则是管着府中修整，5进院子都动了土木，花着他库房里白花花的银子，十分过瘾。这样冷的天，夫人怎么却在门口等我？可是出了什么事儿？夫君怎么一回来就说晦气话？今日府里完工，你平日只去主屋、书房、御房，一双眼只盯着公文，哪知道别处大变样了？我等不及要带你四处逛逛，否则你迷路了还怨我。
你羞什么了？至于到迷路的地步？呀，你的手好冰。被你吓的。江离暗骂了一句，领着他在庭院中看了一圈，指着花岩树说墙道瓦，滔滔不绝，依次介绍了3进院子，连块新贴的石砖都要细细描绘一通。楚清雅听得无聊，拉着他去主屋。我修的不好吗？甚好，多了许多东西。实则楚清雅没仔细看，只知道不会迷路。冬至大如年，这些工匠今日才回家，也不容易，我多付了些工钱。夫人还请直言，修缮家里总共花了多少银子？夫君要听宽泛的，还是精细的？要听确切的数。你该不会把库房里的银子全花了吧？没有，就512两3钱5文，再加几匹布、几斗米，是他半年的俸禄。夫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是想让本官从今年开始收探镜吗？我怎么敢要你收贿赂？我今日一算账才发现有这么多，拆开看其实也不多。我也是为夫君着想，这宅子是先帝赐的，得配上好东西对吧？我叫人去市面上买些好的砖瓦花卉，哪知道送来的都是大燕境内最好的，好到能上供，还说什么尚书府、国公府、侯府都用这些。我一咬牙就让他们照着人家府邸的规格做了，还有工钱、伙食钱、骡马的草料钱，行程样样都比别处贵1倍，加上又想在冬至前做完，就不小心花多了银子。你是怕我生气才冒雨在外面等啊？江离扭头看他，做出可怜巴巴的表情。夫人只要不让本官倾家荡产、流落街头，或者回家吃父母的，本官并无异议啊。你生气就生气，扣我月钱就好了嘛。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月钱？不都是你去太仓署领了俸禄，折了银子存库房吗？夫人既然如此诚心实意，我每月3两银子聘你做府里的管事得了，你管不好我就把你辞了，你再去给那老实的国公府、侯府管。你干什么讽刺人啊？你不就把自己当管事吗？半点没当是我夫人，平日里跟我顶嘴呲牙，一提到钱心虚成这样。这个好看不？要50两啊！我考2次试也赚不到这么多，但是它太好看了。你既然说到人家府邸，那就去串个门，看哪家的诰命夫人像你这样，50两买个手炉，还要跟丈夫禀报。他其实真没有生气，1个月花了500两，确实手笔巨大，但在京城也不算过分的花销。江离第一次见到大钱，又觉得他守财，对比之下，觉得自己花的没边，心里惭愧。楚清雅一清二楚，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。